怎么了？莫非是谢月给你添麻烦？和他没关系，就是话多，总爱追着问东问西。问题出在原料上，高炉搭好了，可烧炼用的燃料始终采购不到。夫君，有件事我正想同你商议。咱们白水郡的食盐储备已经告急了，沧州方面切断了关盐供给，黑市私盐不仅低劣，价格还高昂。照目前存量，最多半个月断盐。林渊侯的叮嘱，这是白王的手段。夫君，白王这是想不费一兵一卒，逼我们自行陷入困境。咱们白水郡境内就没有盐矿和燃料矿脉吗？大人，莫非打算自行制盐？东侧小石村虽有盐矿，但牛羊舔食后都中毒身亡了。为何不可？私自熬盐虽是重罪，但我做下的事，哪一件不是显事？大人，这可是带毒的盐矿啊！不懂制盐也知道这东西吃不得。你稍安勿躁，在一旁旁看着就好。提存不难，借草木灰层层过滤，再大火熬煮即可。味道尚可，微带涩味，不仔细尝几乎察觉不出。我也试试，没觉得涩，盐本来就是这个味道呀。夫君，口感和关盐相差无把。往后咱们不仅能自给自足，还能向外授善。林将军，您本领这般出众，不如来攻防主事，我想拜您为师。别乱说，将军坐镇军中，大家生计才有保障。魏参军，你对沧州地界最熟，可知最近的燃料矿脉在何处？沧州唯有巫山郡出产燃料，但由白王重兵把守，不如先拿下临沧等地，整合兵力，再围攻巫山。你们都说说看法。末将赞同，贸然强攻恐腹背受敌，先拿下周边郡县也能提振士气。边军向来不惧硬仗，应当直取白王主力，击溃他们，其余势力便不敢造次。秦校尉，如今的局势和对阵北蛮时截然不同。将军心中可有定计？我问大家，倘若我们是白王麾下穿特定服饰的男性，最希望我镇北营的人去攻打哪里？是掠夺百姓财物，还是单纯和白王作对？白王真正的对手是天子、亲王、燕王，我们要把握好尺度，真正要争取的是矿脉、铁矿这些核心资源。3日后，大军绕开临沧郡，直取巫山郡。一直看着我做什么？夫君思虑周全，方才换位思考，让我谋色顿开。若是与你对阵，我定然毫无胜算。快回去吧，我再去苏府一趟。林将军，请用茶。近来军务繁杂，一直没能登门，倒是怠慢了你。我不过是一介旁人，将军不必挂怀。我知晓你的心意，只是你家世清白。林将军，大晚上的来府中有何贵干？我要整个沧州的军力布防情报，特别是白王军的。将军，这些情报还是得让镇北军的斥候去查探吧。苏大人，你希望自己女儿幸福吗？仔细想想，帮我还是帮王，怎么做对苏小姐有利？明日正午前，卑职会将情报送到将军手里。竟然和苏昌给的情报一致，巫山郡竟然只有5000白王的兵马。将军，给我1万兵马，3日内我必拿下巫山郡。这巫山郡的煤山距离城外有30里，既然煤矿不在巫山城内，我们干嘛非要攻城？若只是拿下煤矿，对方派兵来骚扰，该如何应对？不拿下巫山城，就不能踏踏实实挖煤啊！贤弟，攻城略地，攻城为先，不拿下巫山城，终归是一个隐患啊。可若我们派2万大军过去，你们觉得他们还会来骚扰吗？2万，对方才5000人，直接攻城不就好了？攻城不用死人吗？吴将军，拿下巫山郡，你能剩下多少人？末将有信心，最多死7000人。真被王爷算准了，这林霄朝巫山郡来了。将军，您怎么还笑得出来？这林霄可是杀神啊！慌什么？这林霄喜欢投机取巧。如今巫山城铁桶一块，林霄但凡敢攻城，准备的火油就够他喝一壶。来人啊，让煤场的守军都回来，明日开始，全军准备守城。将军，我们的人在黑崖村附近发现了镇北军。他们在干嘛？朝这边来了吗？他们扎营了，看到了好多烟，好像在烧火做饭。做饭也对，要攻城，肯定是要养精蓄锐。大哥，你们不是当兵的吗？天天跟我们一起挖矿，不觉得难受吗？这有啥？打仗会死人，
能在这儿干干体力活，赚点军饷，不比打仗强。林将军，巫山城的白王军非常安静，至今都只敢派斥候远远看着。他们肯定还以为我们是2万大军，殊不知咱只有5000正经的镇北军，其他15000全是工匠和民兵。关键是临沧阳泉2个郡必须盯紧了。白王如果趁我们不在攻打白水城，这才是大隐患。夫君，这是砖头。婉莹，你可别小看这砖头，不信你用锤子砸一下，看能不能打碎。竟然只是掉了一层皮。目前水泥砖数量不够，想要守住一个地方，除了造城墙，其实还有别的法子。杜将军，还不能打开城门吗？天要亮了，很多商队急着做生意呢。我只有5000人，你让我冲过去打对方2万人，这不是找死？若是这会儿和外面通商，让林霄的人混进来，内部被攻破，你我还能保命吗？杜将军，镇北军又起了2座楼，加起来已经第6座了。起楼？什么意思？这高高的像是箭塔，那这圆圆的又是什么房子？哼，无论是什么，必然是用来防守的。到时候派出所有的投石车，先砸了就是了。唉，靠，最近太忙，老是忘记刷新。精品矿镐、碎岩巨斧，又是这矿工套餐。诶，这是什么？选品1500威望，比地品武器都贵。这把刀还能进阶不成？奇遇物品，那就是很厉害喽。有易容术这珠玉在前，可以赌一把，买下。被封印的，要杀满1000人就能解封。好你个小筒子，你怎么不早说？这玩意儿和普通的煤炭有什么区别？对啊，掺了泥还能烧。你们试试不就知道了？哎呀妈呀，真能烧起来！这火还直往上，感觉可以架口锅烧菜呀！林将军，你到底还藏了什么好东西？都说出来呗，我想学啊！你还是跟老于学吧，我可没空教你。别啊，我有个妹妹特别漂亮，我让你当妹夫行不？不对啊，你还想当大舅兄，占老子便宜呢1里地，敌袭，有投石车30台。投石车进到百丈内后，发动第1轮，放！张将军，你看见了吗？他们全砸空了，这水泥房子根本打不动。一帮废物，你们打准一点，这白费力气干啥？优势在我们，冲上去全杀了！将士们，杀光村里所有人！白王殿下重重有赏！释放弩箭！镇北军的兄弟们，杀！赢了！镇北军赢了！杜将军不会抛弃我们。好家伙，真能守住！夫君，是赵大哥他们怎么样了？歼灭白王军4000余人，敌将杜伦被斩首，俘虏1000多人，已顺势拿下巫山城。那姓杜的太蠢了，这批复合弩放在这个世界绝对是大杀器，立刻写信安排巫山城的管理和俘虏处理。林将军，急报！该死的蛮子，又去百姓村庄捣乱了。但凡几座边城还在，也不至于这么被动。将军，来不及回城调整了，让我带兄弟们去阻击蛮子骑兵吧。末将的老家就在万松县。白不黑王崇带所有骑兵去西面万松县。婉莹，你回城内调度去辉山县，剩下的吴金哲和金陵卫前往东面小石村。夫君，你要一个人去小石村？放心吧，我武功比你们都高，理应多拖住一些人。如果不想看我受伤，就把其他方向的蛮子全赶尽杀绝。正愁没地方刷经验呢，可算来活了。卡达，36岁，资质选品，看来是负责这一边的主要将领了。烈火焚城！伤了，快砍死他！给蛮军一种胜利就在面前的错觉，这直刀比瓦刀更契合。不好，中计了！快撤，分成3队跑！嗜血叠满了，谁也别想跑。来得正好！还我命令，分3线，将县城周围的村子全都扫荡一遍。记住，要粮食，要牲口。看见男的，哪怕一条狗，
全杀了！多亏了白王送我们7、8座边城，不然想长驱直入谈何容易？这种小地方肯定有不少小美人儿。将军，不好了，村里有前军，我们遇到了很多挖好的陷阱，四面八方重头训练有素的中原人。什么情况？大前军队不在城里守城，跑去守村子了。老张，兄弟们都藏好了吧？没问题。该死的蛮子，咱还忙着种冬小麦呢，偏偏这会儿来。民兵营，跟我杀！林将军说了，民兵也是兵，咱既要开荒种地，也要能上阵杀敌。将军说了，杀蛮子换军功，领赏钱。乡亲们，蛮子不可怕，咱能干死他们。兄弟们，坚持住，别让蛮子进村。原来这就是民兵的用处，怪不得林霄舍得将大量军队安置在村庄。将士们，支援民兵的兄弟！青儿，还是我来吧，你一宿没休息了。没事的，夫君在外面奋勇杀敌，我身为将军夫人，更要以身作则，哪能自己去休息？天亮了，蛮军要攻城了。昨夜派去的2万骑兵，至今只回来了不足6成。林霄此子用兵出人意料，这就意味着镇北军一夜都没有休息，已经人困马乏。本帅要在1炷香内攻破白水城门，传本帅令：先登者赏1000户，贪狼将军白银牛羊1000匹，女子100名。弓箭手准备，放！火油，我们一起上下去，别让攻城车靠近城门。我上来了！不要慌，我们是守城，我们有优势。蛮军也是人，没什么可怕。打死他们！弓清教，穆将军，下面的兄弟快守不住了。自己会不会再也见不到夫君了吗？你怎么上来了？夫人怎么办？青儿让我来帮你，别废话。城门一时半会儿破不了，这里失守就难说了。快，大家快把这些倒下去！火油不够，但夫君带来了很多煤炭，煤炭烧红了很烫，应该能管用。成了，有效果。虎门，攻城为何如此缓慢？大帅，敌军在城门下倒了大量烧热的煤炭，我们的士兵很多都被烧伤了。再追加云梯，从2侧上拉长战线，从内部攻破。大帅，镇北军从2侧杀来了。该死，要是有天品功法就好了。夫君，是杀神林霄。杀神，本将军来会一会你。找死！为了能够取胜，我开启了真男人模式。我们的将军死了。林霄，莫非真是我大蛮克星？兄弟们，跟着林将军杀呀！大不了一死，咱纪念碑上见，跟蛮子拼了！林霄的身影让我想起了已故的穆铁心。义父，让我去会一会那林霄。夫君，娘子，你的脸上……哦，没事的，是一些门灰，血是敌人的，妾身没受伤。你的手，这是烫伤了？没事的，夫君，过2天就好了。哼，青儿为了守城，发动大家烧煤炭，还给伤员煎药，一整宿都没休息。他跟着你就没一天安稳日子。燕儿，你别说了，夫君和将士们在前线拼命，我在后面做这点事算什么？夫君，你别听他乱说，妾身一点都不觉得受罪，只恨不会武功，无法和夫君一起上阵杀敌。娘子，你放心，我林霄此生绝不会辜负你的这双手。有夫君这句话，妾是死而无憾了。不许瞎说！感谢林将军，谢谢将军夫人。近日来的种种表现，俘获了许多人心。婉莹，夫君，我还以为要守不住了。你做得很好，相信穆将军九泉之下也会以你为荣。经过这一夜战斗城池攻防战，蜕变的何止穆婉莹，乃是整支镇北军。这次清扫战场，不只是白水城，还有另外几个县都要记录清楚所有牺牲的将士。将军，2位夫人有客人拜访。
哦，是什么人？对方自称是京城来的，说是穆夫人的故人。大小姐，真的是您，末将可算找你了。快起来吧，文俊，你是从哪儿来的？这2年怎么没你消息？是我父亲的一个义子，吴金蝉排2，祁文俊排老4。夫君，如果真是祁文俊来投靠，他可是一员虎将呢。自从义父出了事，我就被朝廷追杀，我要为义父报仇，杀了狗皇帝。夫君，你看，既然是穆将军义子，想回穆家军当然没问题。不过嘛，如今大战刚结束，不如先让祁将军休息2日。我觉得这个祁将军有点问题。以夫君如今在北境的威望，他为何会选择裘婉莹收留而忽视君呢？娘子说的有道理，但毕竟是穆将军的义子，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些，就先观察2天，再做定夺。恭喜林将军凯旋大胜。今天我要你喂我吃。你这个坏人，出去1个月，知道我多担心吗？一回来就欺负人家。我今晚过来，就是有一件事需要你来帮我。我夫人和婉欣都不方便。什么事？你觉得我能做到？当然，你爹就是搞情报的，你肯定有这基因。好吧，本小姐就勉为其难配合你演个戏。小妖精，怎么了？你不愿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若能说服我爹娘，纵然没名分，我什么都依你。行吧，那咱今晚就喝酒吃饭，不动手脚。小女子为将军斟酒。省省吧，我自己来。没劲，岂有此理！穆婉莹这个贱人，竟然一点面子都给，连我回穆家军都要临。哼，两秦择木而栖，穆家要不行了，我肯定不能眼睁睁当丧家之犬。只要能办好差事，白王许诺让我重新掌兵，再也不用当黑暗中的老鼠。齐将军，是我，是穆夫人让我来看看，问你在这儿怎么样，是否缺什么？你暴露了，蠢货！管家，你说什么？白王军暗卫副统领，对吗？你也是殿下的人，进去再说。旁的不说，林霄已经怀疑你了，若不是我出手，今日你就被暗杀了。这女的是林霄的人，昨天想灌醉套你的话。大人，我不能走啊！我走了，白王殿下和羌族的铁矿交易，万一出岔可怎么办？羌族好一个白王，不仅勾结北蛮，还跟西羌做买卖。别个是你的任务，我不想知道。大人，我们都是为白王殿下效忠，我死不足惜。可西羌铁矿要是出了岔子，王爷肯定震怒啊！大人，既然你潜伏在林霄身边，肯定是王爷最信任之人。你若肯助我拿到镇北军的兵力布防防图，这次的功劳一并铺上如何？你这种穆家叛徒，老夫可不信你。大人有办法，大人，您只要想办法偷出来，我复制一份，您再送回去，绝对万无一失。要老夫出手也可以，但你需留下手书一份，功劳分老夫一半。老东西，真够鸡贼呀！你等着吧，老夫这就去将布防图取来，你哪里也别去，老夫会让他失踪。少废话，申时前必须送回去。大人，您立大功了。好，我这就复制。你趁天黑前赶紧出城，千万别回来。还有一事，老夫的身份只有王爷身边少数人知道，若王爷不问，你绝不能提及我半个字。你只需要说雪山千古冷，知道的人会回你一句独照峨眉峰。峨眉峰，多谢大人秀助，来日必有重谢。我这就动身。布防图上的信息非常准确，莫非自己真想多了？你们掌柜的在吗？别提了，都3天了，不知道去哪儿了。看样子真是自己多心了。这峨眉峰当真是把那小美人做掉了。这一切有些太顺利了。别的不说，既然白王在凌霄身边埋伏了一个高手，为何要我来偷布防图呢？还真被你算准了，那家伙去了白玉楼，确认完才走的。这几天辛苦你了，这儿有刚炸好的油饼，尝一个。这家伙怎么连做饭手艺都那么好？这个叛徒！枉我父亲当年收养他，传授武艺白眼狼。夫君，既然祁文俊带回了布防图，那我们也该重新调兵了吧？那是自然。现在唯一现的是齐云回去后发现间谍根本存在，那就功亏一篑了。并不会，如果他们发现自己行动暴露了，那西郊的铁矿我们自己也可以去交易。如果一直没发现，正常来交易，那自然最好不过。可妾身怎么都想不明白，夫君是怎么骗过祁文俊的？那峨眉峰是谁假扮的？这个嘛，容为夫卖个关子，将来你们就知道了。既然林将军志在北境6州，为何迟迟不沧州的掐几郡下手？虽说其他郡缺乏矿产，可毕竟有人有地，那都是资源啊。打下来有守住，我兵力不足白王的1/10，吃下1个州，目前来太勉强。其次，朝廷封我为镇北将军，可季也不给钱，想让我一直卖力气，哪有这么容易？这战报
确认无误。父皇，儿臣已经和兵部一同再三确认，镇北军确实击退了苏贺的5万大军，且还斩落大萨马的弟子屠门。恭喜父皇，得了一员护国大将。好啊，今这个冬天可不好过了。那沧州呢？没有拿下，为何进程如此慢？沧州只收复了巫山郡。父皇，您想，镇北军总共就不足3万，既要对抗北蛮，又要面对白王，举步维艰啊。还是好处不够多呀。既然如此，朕就给他一个不得不拿下沧州的理由。父皇有何妙计？朕记得林渊侯谢尚的女儿宁襄郡主还未婚配吧？650威望拿下。哼，娘子，这本寒玉弓最适合你这样的玄阴之体修炼。夫君怎会知道妾身是玄阴体质？妾身小时候有个道说，玄阴体质很多功夫不能练。为夫的武功修为还可以吧？看穿你的资质很奇怪吗？有我给你护法，你就尽管练吧。原来如此，夫君，妾身这就开始。妾身觉得这功法并不难，莫非是妾身理解有偏差？接下来，我会用一种秘术给你灌注60年功力，沉心静气。呀，怎么回事？娘子，轻一些，你现在可是60多年功力呢。燕儿，今日我跟夫君忙点事，你先去庄子上，不必跟着我。咦，刚才青儿的眼睛怎么好像都是黑的？走吧，去找个没人的地方。娘子，你就放心大胆的出招吧，全力攻击我一次。夫君，这都是妾身所为吗？娘子，武功高并不可怕，你就当身边多了一个厉害的打手，你只需要做你自己。夫君，妾身明白了，如果不是有必要，妾身不会擅自用武功的。杀鸡焉用宰牛刀，走吧，回家。还以为有手雷就能有 AK 呢。不灭金身残卷，开始许愿。看来物品不能直接兑换，还得先换成威望才行。开启宝枪，终于成了！我操，终于地品资质了。大宗师有意思，试试这大慈大悲手。本想着若是不嫁人，当个幕后大商人也不错，可如今竟将我许配给一个杀神武将。君儿还没睡吧？父亲，女儿不会嫁的，你就放弃吧。为父知道，现在跟你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可皇命难违。父亲平日里口口声声夸赞女儿，可如今明知道那凌霄有妻妾，却还要逼迫女儿吗？父亲真是好算计。没你想的那么不甘。要不这样，过几日你去一趟白水城，就说要请你大哥回来。趁此机会可以观察一下凌霄，这倒是个不错的办法。只说去找谢玉，那传出去也不会太尴尬。女儿，考虑一下。不错，铁矿石到了吗？东西都搞到了，就在后面。这的确是西羌的优质铁矿。白王可真大手笔啊！这些金银和药材加起来，少说20几万两吧。对于白王来说不算什么，他是想资助西郊，帮他对付亲王。我让你派去西郊打探铁矿买卖的人，有消息了吗？还没回来。将军，我们就不能直接去把西郊那片铁矿打下来吗？林将军，您又来视察了。刘坤，你的伤怎么样？宁可慢一点，也不要偷工减料，必须把路面压实了，才能浇筑水泥。这水泥路修得不错，速度很快，连苏缓云那里都弄了个豪华厕所。看来家属村的模式推广得很顺利。夫君若肯推广那马桶出去，怕是能赚得盆满钵满。
这东西容易复制，暂时没到推广的时候。林霄，不好了，我妹给我来信了，说近日过来了。这么快？我妹特别像我父亲，她看不起我干匠人活，肯定是要把我带回侯府去。莫非宁乡郡主是什么洪水猛兽？我还没决定娶她，你叫的未免太心急了。我林霄说话算话，任何人没有我的同意，都不能将你从白水郡带走。太他妈贵了！看来还是先许愿残卷划算。咦，徐伯，马车是进城了？还没呢，郡主，这路好生奇怪呀。这路怎么如此平稳？这是什么材料？徐伯，你停车去打听下，这路是怎么回事？这修路用的，名为水泥，乃是林将军搞出来的。水泥，你也能如此牢固？他们自称是民兵队，待遇可好，军饷多5成，还有家属村，还有奖学金。徐伯，我们先别进城，问一下家属村在哪儿，我们去看看。我倒要看看这帮人是不是在吹牛。小姐，这村子好干净啊，路边竟然还有人种了花草。杨二妮儿，你一女的又不能考科举，拿第一有什么用？林将军说了，以后在北境，女孩子也能考科举，也能当官。林将军说的，这一餐才5文，可真便宜啊！这饭菜真挺好吃的，竟然不比咱府里的差哎。咱食堂的总部是白玉楼，这叫连锁餐饮，每一家都是酒楼水准。他来了，苏老板来检查工作了。竟是女子，比部下亲近很多，莫非是？所有的餐盘、碗筷使用后都要用肥皂水清洗。那肥皂多好的东西，用来洗衣服咱都不舍得，洗碗筷也太浪费了。这是食堂，万一有人生病传染给别人怎么办？我再也不敢了。苏老板，能否问你一些事？这位小姐是想问肥皂一事，因为有草木灰水，所以是这个颜色。这是镇北军的产业，打算不久后推广。此物洁净效果果然神奇，那又是何物？这叫蜂窝煤，便宜好用，也是林将军的产业，是不是很了不起？单说这比木炭便宜许多的蜂窝煤，就能救活无数人，功德无量。此女难怪能被林娇看上。我们家在沧州各郡都有不少产业，可否给小妹一个机会聊聊合作？不如你等一天，我回去问问将军。林将军，有一个自称宁君竹的女子想与你谈合作的事，将军，不如让她先做代理分销，看看实力再说。要做我们产品的经销商可以，不过得证明自己的实力，背景也得干净。谈判这些换啥你去吧，有什么难处找娘子商量。是，将军放心。这叫陌刀，狭窄地形对付骑兵有奇效。形制好特别，军中似乎也没这种刀啊。黄品，这绝对黄品了！镇北军陌刀，品级黄品。这把刀是属于我们整个镇北军工厂的，我们要把它立在场内，我们要让全体镇北军用着我们军工厂的武器，在战场上所向披靡。是我30万大军大秦第一王爷。听说你在死牢喊了整整2日，想要见本王一面。白王殿下，我冤枉啊！我真不是叛徒啊！理由？血染千古浪。然后呢？王爷，该您接下去了。毒赵峨眉峰，您想起来了没？你到底想说什么？峨眉峰啊，你安插在林霄身边的间谍，我多亏了将军府管家的帮助才逃出来的。那要是本王的人，本王还需要你去偷步防图？他要是本王的人，直接下毒毒死林霄不就行了？西羌大王来信，派来交易的人全被杀了，除了镇北军，谁能消化掉10级铁矿？来人啊，拖下去凌迟处死！峨眉峰害他苗毒赵。王爷，何必为了这种蠢货伤了神？本王并非为那祁文俊伤神，只是那姓林的3番2次和本王作对。可镇北军若真拿了西羌铁矿，不断壮大，迟早会养虎为患啊！北蛮已经被林霄打怕了，若从其他5州调兵，劳民伤财，而且大概率不是镇北军对手。只要杀了微萧，江湖杀手不敢动皇亲。可林霄没世家背景，只要出价够高，还是会接单。你是传销江湖势力，要杀他怕是不容易。烟雨楼的无面童子和臣妾多年交情，或许可以一试。江湖第一杀手组织烟雨楼，听说有多名武道宗师，当真？无面童子就是武道宗师，擅长易容。我当年在万毒窟查来找我师父解毒，我照顾了他几日才结交。好，此事交给你办。若能杀了林霄，本王就让你当王妃。臣妾必当尽力为王爷分忧。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宁小姐感觉如何？苏姐姐，你穿女装可真是清艳脱俗。苏姐姐可有回去问过将军？将军怎么说？将军希望找个合作商，让我来全权负责。宁小姐不妨看看。苏姐姐，这些提到的要求都是将军提的。不错，是我在他书房亲眼看他写的。我们要分不同档次，同一块一造，卖给贵族、富商、平民，价格必须有差距，贵族才会优越感。至于绩效考，只是为了督促伙计，干得好能获分红奖励，给予提拔。我明白了，如此一来，所有员工都是为自己在赚钱，也会更加尽心尽力。不过，长此以往，会不会让有些人了分红，拉帮结派，甚至在账目上作弊？宁小姐果然下次就看到了关键，所以才有了轮岗制啊。每年所有员工去不同店铺换岗，如果有人浑水摸鱼，势必会暴露出问题。原来是这个意思，真是考虑周到。那看样子，宁小姐是答应这些要求了。那是自然，虽然还有一些不是很清楚的点，可林将军的商业头脑，小妹望尘莫及。这首醉卧沙场君莫笑是哪位大将所作？豪情万丈又不是浪漫，怎么从未听过？你猜，又是你家那位林将军吗？林将军真乃当世人杰，苏姐姐好福气。宁小姐若是想见见将军，我可以引荐一下，前提是宁小姐拿出足够的诚意。还是等我回去跟家里长辈商量再做定夺吧。明明是自己御赐的未婚夫，却不敢见面，早知道还不如光明正大来见一面呢。夫君，我回来了。查清楚那女人的身份了。你猜猜那宁君主究竟是谁？宁乡郡主。他自以为很聪明，取名君主，不就郡主吗？那夫君打算怎么办？论财富，论渠道，北境很少能有跟林延侯府、跟谢家比的商贾。既然宁乡郡主喜欢演戏，那咱就他演。哼，揣着明白装糊涂。夫君可真了解女儿家的心。健儿，你过来，为辛苦你跑的奖励里。今天不是婉莹那边吗？不碍事，为夫的实力你还不清楚。将军，兄弟们九死一生啊！这是中朗西羌大王的特使，想跟将军谈铁矿交易。中朗的3岁，西羌外交使，资质察言观色，经商内政。孟熙19岁，西羌公主，子品，雄才大略，察言观色，内政。有意思。久闻林将军作战神勇，大败我西萧宿敌苏贺，令人佩服。本将军不喜欢弯弯绕绕，你们既然来，是想谈谈铁矿生意吧？不妨提一下条件。没错，我们西萧确实有意出口铁矿，这上面是我们大王开出的价码，一石要100两，一石要100两。据我所知，优质铁矿也就75两到80两。照你这价码，白王封锁了北境其他铁矿，将军别无选择。而且镇北军村军，王总都收点。铁矿再多也不能当饭吃。你们不敢卖亲王和北蛮，是因为他们会用武器屠杀你们。这个价钱，本将军不答应。你们可以滚蛋了。我们大王欣赏您，这样吧，您报个价格，我们考虑一下。行啊，那就30两一针吧。我还没说完，除了30两银子，本将军会给你们一些别的补偿。别的？您莫非是说粮草？对了，本将军从不轻视女子。孟熙公主，你就自己开口吧，别为难钟大人了。林将军怎么会看出西朝高层有内鬼？林将军，敢问是如何认出本公主的身份？西朝紧挨着白水郡，本将军要防一手。该死，他竟然早就安排探子进西朝了。此人心思缜密，恐怖。怎么来吃饭的地方来了？两位，来者是客，既然要谈生意，也不能饿着你们，不妨先尝尝特色菜肴。林将军客气了，我方没能坦然相待，实在惭愧。林将军，那是什么炭？此乃蜂窝煤，一个可空暖2个时辰，用特殊技巧加工，比普通煤炭安全许多。燃烧此物不是很危险吗？一点也不危险。若西乡有需要，也可以向我们采购。两位，不妨试试我们白水郡的美食——泡菜火锅。这泡菜莫非是用盐腌制而成？冬天缺菜，镇北军将吃不完的菜研制成了泡菜。那如果本将军说用泡菜和蜂窝煤跟你们换铁矿，你们觉得如何？原来在这里等着呢。镇北军缺银钱，西郊要银子是为了换物资。有了蜂窝煤和泡菜，能吃上蔬菜，还省盐钱。以物换物，各取所需，不比冰冷的银子更有用处。林将军，可否给我们一点时间商量一下？自然没问题。两位不妨多住几日，我这儿还有其他好货。
多派些人跟紧了，除了工坊、军营、训练场，别的地方随便看，见了什么人，谈了什么，一并记录。那泡菜价值和铁矿没法比，这林将军算盘太响，我们别中计。事实上，这泡菜和蜂窝煤，北蛮那边应该也很需要吧？我打算先进一批，看看在北蛮销路。如果能换来牛羊马匹，不就值钱了？夫君，那泡菜和蜂窝煤成本极低，你拿去换铁矿会不会太苛刻了？娘子，你想多了，做生意投其所好就行。西招铁矿再好，也得吃饭，再谈不拢，多给点就是了，反正也不值钱。将军，主簿苏昌求见，说有要事。苏大人，出什么事了？林将军，快从军营调精锐，白王出兵了！不是烟雨楼接了必杀令。烟雨楼，那个杀手组织，必杀令不死不休。无面童子20多年来未曾失手一次，罕有失败。这无面童子当真如此厉害？据说实力早达武道宗师，相当于大派掌门。除了大宗师，千军万马难杀死。还好我已经进阶了。这苏大人消息够灵通啊！林将军，您要是出了事儿，我女儿她，您可千万别大意啊！若我能从无面童子手下活下来，你们夫妇就将浣纱许给我吧。这我可做不了主。我不会亏待他的。生死关头想到取浣纱，看来他在林将军心中分量不轻。林将军，若你能摆平无面童子，死里逃生，我答应成全你和小女。好，夫君，妾身听说过无面童子，五大派都对他无能为力，要不联系烟雨楼花钱解决，怕是来不及了。必杀令不死不休，我今晚去剑林找我师傅。你们就不怪为夫提了浣纱？都什么时候了，跟夫君安危比起来，这些事重要吗？夫君这是看不起我们。武道宗师和大宗师的区别是什么？选品资质是分水岭，五大宗门内门弟子最低要求就是选品，武道宗师最低要求选品资质，将地品以上功法修到化境。大宗师之上还有吗？有，世外有仙岛，有陆地神仙，虚无缥缈，已经不管红尘事。果然还有更高境界，我迟早能跨入。车夫，这车去哪儿的？白水城。能不去吗？楼主对您私自接下白王的必杀令很不满意。林霄是官府中人，江湖人不管朝堂事，这是规矩。你进烟雨楼几年了？烟雨楼存在30年，我跟了楼主30年。在我眼中，你师傅能让烟雨楼成为天武大陆第6宗门，不再是过街老鼠。五大宗门千年底蕴，岂是我们比得上的？烟雨13楼不过是乌合之众，下底蕴要群雄逐鹿，多我们一个烟雨楼又何妨？楼主派我来是想劝您别去。把这个还给你师傅，此番刺杀和烟雨楼无关，恩情我还清了。三叔，保重。喂，过来，这车马场收钱，真的收吗？超过半个时辰要1两银子。收啊！非富即贵的公子哥喜欢停在人多地方比车气派，跟我们贵族赛马晒出来一样，既收钱又刺激商业，一举3得。先进的厕所，精妙的火炕，不心疼盐的腌菜。我堂堂西羌公主，生活条件不如这里平民。将军说了，2位来白玉楼用餐，记他账上。老板，宁小姐来了。公主，小女子失陪了。这女子太无礼，竟敢直接走。宁小姐是哪位？看来来头不小。苏老板和林将军什么关系？这就是关系不错。男女之间关系不错，懂的都懂。林将军艳福不浅。那宁小姐什么来历？这个小人真不清楚。既得不到消息，我亲自去看看。宁小姐家果然很有实力。那肥皂和蜂窝煤的生意可以谈了吗？肥皂是何物？小二，取来清水与3块香皂，这是艾草、桂花和生姜香皂，是特等品。这香皂我们西招也要。公主殿下，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我早几日就约好了。于情于理，我们西江拥有优先交易权。至于铁矿，我们宁家别的物产肯定比西江丰富。2位稍安勿躁，我下午去找林将军谈谈供应量。将军去工坊了。吴统领，将军在吗？你到了就知道了。别，这些可都是宝贝，我好不容易收集来的，耐心等他们发霉。好吧，将军，
他们现在在抢肥皂生意，你看这是好事，让西昭用牛羊跟我们换肥皂，产量不足怎么办？几块香皂换1头羊，还有比这更划算的买卖吗？将军，你这招太狠了！以后用羊油做羊脂白玉皂，反销回西昭，让他们再出血。这就叫科技决定生产力，我们站着把钱挣了。明儿城西会馆开业，林将军亲自揭牌，还有一个剪彩仪式。林将军快1个月没露面了，真想他呀！每次见我们都喊名字，像自家大哥。林将军真的会出现吗？消息千真万确，你早点去占位置。这林霄不务正业，明天就是你的死期。听说没？会馆里有个取暖神器，不用炭也不用煤，热气是从地下温泉透上来的。只要在里面花够了钱，看戏就能免票，还有这种好事儿！林将军，多亏您，我们一家才没饿死。这是咱自家的鸡蛋，您一定要收下。诸位乡亲，礼不能收，本将军若收了，就是坏了镇北军的规矩。咱镇北军不拿百姓一针一线。若是乡亲们看得起我林霄，以后还请继续支持镇北军，一起保家卫国。当然了，要是有闲钱，多买点我们镇北军工坊的货，我就更开心了。百姓们日子蒸蒸日上，能辅佐这样的大英雄，我们自然骄傲。来了白水城这些日子，确实是个好官。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我可能会拒绝。可惜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都是死，不如自己给他一个痛快。许大师，等会儿在将军面前表演，可得万无一失。咱班子能不能常驻，全看将军态度。班主放心，老夫的万箭穿身，从未失手，从未失手。那今天就失一次吧。诸位，接下来是剪彩仪式。这仪式的目的就是讨个好彩头。今日来参加剪彩的贵人有白水钱庄邱员外、巫山茶行刘员外、北境商会周大掌柜。天哪！掌控钱庄茶叶的几位首富都来了。林渊侯世子、谢玉小后子。林渊侯世子都来了，林将军真有面子。开业大吉，祝城西会馆生意兴隆。就是现在。林霄，拿命来！啊！什么情况？还有别人要刺杀林霄？刺客！大胆刺客，报上名来！哼，烟雨楼无面琼子。可我听说无面童子是个男子，你分明是女的。没人告诉你本座雌雄一体吗？岂有此理！第一次有人敢冒充我。兄弟们，把他拿下！不必了，你们又岂是无面童子的对手？怪只怪你得罪了白王殿下，白王要你死。原来是白王，这也太卑鄙了！这冒牌货说白王雇佣了我，难道是林霄自导自演？白王不介意我雌雄一体，对我青睐有加，我又岂能辜负他？白王玩这么花，真变态。原来如此，佩服前辈敢于直面边本心，追求真爱，不愧宗师之名。看来你忍不住了，无面童子。这是机会，可为什么又觉得是圈套？怎么可能？铜皮铁骨吗？卑鄙，竟然还叫帮手！我不甘心。此人是无面童子的帮凶，带回去查验。诸位受惊了，白王恨我入骨，竟不惜请无面童子这种江湖中人。我林霄在此立誓，镇北军誓要诛杀逆贼。这真是无面童子。选品、青椒、匕首，还有名录，对得上吗？对得上，都是他的战绩。你是怎么识破的？别说这个，说浣纱的事。唉，连无面童子都挡不住你，我算什么？好好待我女儿就是。不过你这一手虽妙，但也彻底得罪了白王。他若狗急跳墙，分出7、8万兵力很难挡。这只是其一，第二件事也得非常谨慎。你是说烟雨楼？林将军让人假冒无面童子，内行却分得清真假。无面童子从不扮年轻女子，这很容易拆穿。烟雨楼名誉受损，若楼主发起狠来，会比无面童子更难对付。我可以给你一笔钱，你能否多培养眼线？可以，实不相瞒，我是书院内门弟子，后门弟子潜伏一地，情报只能为书院服务。当年因遇到夫人一见钟情，才留了下来，一待就是20几年。苏大人为了心上人甘于平庸，小婿佩服。也没有，主要是小娇妻成了母老虎，我不敢有别的心思。等等，
他刚才叫我什么？小旭。廖妹儿，你这个贱人，给本王出了这种馊主意，现在全天下都在看本王的笑话，你满意了？王爷恕罪，臣妾一心为您分忧，没想到变成这样。凌霄肯定是派人冒充的，等无面童子出手，他必死无葬身之地。他人呢？我不知道，不过王爷，烟雨楼蒙羞，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您再等等。你个贱货，还有脸让本王等？滚！有人能将箭射进我书房？烟雨楼主要见您。哼，凌霄弄巧成拙，怕是捅了马蜂窝了。恭喜王爷，或许可以趁此机会将烟雨楼收为己用。呵呵，那也要看他们能不能拿出足够的诚意。这10几车铁矿，上百头牛羊，竟然是用蜂窝煤腌菜换的。林将军是真黑呀，不过爽是肯定的，明年能武装5000人。贸易交给苏缓师，我得去巫山城招揽人才。小哥，这蜂窝煤外地人能买吗？能啊，原价买，比木炭划算，还不中毒。那本地人呢？这还能有假？林将军下令的，本地一家一户每天前2饼半价。林将军怕咱们挨冻，特意给实惠。林将军真是活菩萨。赵大哥怎么了？赵将军只是感染风寒，积劳过重，要些日子才能恢复。他不想打扰您。你们怎么不早说？还不带路？赵大哥，你怎么瘦了这么多？46看着像50、60。兄弟，病来如山倒，镇不住，关键时只能得糖创。赵大哥，这活络丹或许对你有用，你服下吧。多谢兄弟灵丹妙药，我好多了。是我考虑不周，该多派些人帮你。不是您的错，是那徐震，不许胡说。赵大哥，你有事瞒我？不是大事，就是推行新政。太守郭宝云不是很配合，登记户口派人验收，等了7天都没办完。那郭宝云就是故意的，仗着朝廷命官，表面客气，背地里使绊子。那家伙莫非是白王的人？那倒不是，真要是白王的人，我早杀了。这人就是贪财，想拿好处。去，把郭宝云喊来这里，说本将军找他。贤弟，他毕竟是朝廷命官，无缘无故杀他会落人口舌，白王会大肆宣传。在下巫山郡太守郭宝云，拜见林大将军。郭大人，把手伸出来啊！带着手指去找他家里人送来5万两银子，不然下次送人头。你们这帮蠢妇是要害死老爷我吗？郭宝云贪污腐败，罪不容赦，即日起抄家革职，巫山郡由镇北军接管。贤弟不当将军当厨子也是御厨。林将军，白水苏知补送来公文，烟雨楼2当家楼随风篡位，烟雨楼内乱，是不是出了什么大事？不必理会，喝酒吃肉。巫山郡是不是接壤了亲王的领地？没错，最西边的牛头镇就遭接触。凉州有8万兵，几10万人。两州可有通商？这么大的市场，我能不心动吗？白王控制巫山郡时，白王亲王针锋相对，断了商路，亲王不受待见。你快说说，当今红帝并非先皇最受宠的儿子，先皇最器重燕王和白王，那为何李嗣宏能当皇帝？红帝得到穆将军支持，穆家为避免燕王、白王搅乱天下，支持大皇子。穆家后来没好结果，背地里得罪了一大帮人，带头跳出来的是白王、燕王，亲王只是为自保。南岭王兵强马号，不想造反。好，赵大哥，派人去凉州探探口风，就你白王能和北蛮联手，老子也联手亲王捅你腰子。夫君怎么去了这么多日？不是说3天左右就回来吗？报名来我方队伍的人有点多，娘子，我好几天没洗澡，陪我洗一洗。夫君思虑深远，能借助亲王对付白王，智计高超。将军、夫人，朱老又来了。谁？夫君忘了跟你说了，你走的这几天，朱老来2趟了。朱老有什么急事吗？我家老太婆用完上瘾了，可买不到，天天嫌弃我百无一用是书生。那再让浣纱送2块去，以后定期送。哎呦，有些不适，方便用下你们的厕所吗？不用不用，我认得，我来过。夫君，
要等2刻钟呢。浣纱提起咱们有抽水马桶，朱老体验后喜欢的很。所以他不是为了香皂，是为了来上厕所。这老头怕不是便秘吧？夫君，要不派施工队给朱老改造一个吧？他一把年纪了，太辛苦。我镇北大将军还得管老头拉屎，这叫什么事儿啊？林将军，你家厕所真清气上升，浊气下降。我也看见你们全程修公厕，很好啊。朱老难得喜欢，我派个施工队给您2位院子也改造一个。我们家也能修，这会不会耽误你们施工？不会，朱老也是百姓，自然应该照顾好。哈哈哈，多谢父母官。这些栗子带给老夫人。我家夫人说有阵子没见你了，有空带着女眷来吃个便饭吧。好啊，恭敬不如从命。林将军，您来找我们老板。他在吗？在，不过今晚他在招待贵宾，宁君主，还有2位出身高贵的千金。好吗？御赐的未来老公不见，见自己女人您专属的逍遥阁，请。咦，苏姐姐，隔壁那间包厢有人来了，是夫君来了。这位是禹州第1贵族于山伯之女于莺莺，这位是鄂州刺史外甥女胡心怡。他们看中北方小竹的火爆前景，想谈生意入股。出于私心，还是先不见吧。咦，白玉楼规矩不是要答题才能上3楼？那人怎么没把诗词拿过来？还有这种事，好有意思。心怡可是大才女，进过国子监，连战才子不败，轰动一时。胡小姐可是我们读书女子的偶像呢，不如拿过来让我们几个品鉴一下。伙计能懂什么诗词？行，我应该很久没听凌霄作诗了，伙计去看看。苏姐姐，今日什么诗题啊？最近忙，每隔7日换一次。现在轮到的是梅花。梅花啊，真应景。胡大才女，我们不能坏了规矩，你作诗一首。好啊，那我便献丑了。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咏梅前人经典太多，我就不写了吧，免得见笑。我们都不如你，你不写，指望我和君主吗？胡小姐，不如留副墨笔。雪吻胭脂冻，丰盈玉破容。含香凝作韵，傲骨自成功。好诗，这韵家的我都做不出来，不愧是大才女。这饭我请了。以胭脂玉破重塑梅花之魂，当是上品吧？勉强算上品。老板，那位说就写一半，后面的想起来了再说。一半？这林大将军写诗还整一半的，只写一半也能上3楼。我倒是想看看写了什么。苏姐姐，给我瞧瞧。众芳摇落独宣言，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魂。只是半阙，却已是毫无疑问的仙品。我今晚献丑了，能见到这等仙品，值了。那人是谁啊？这莫非又是那位？没错，就是我们林将军。林将军还会写诗？林将军紧紧揉下，轻视柔忽开。苏姐姐，我们能不能……嘘。禹州、鄂州生意，还请跟林将军说说。放心，今晚就去商量。这是在炫耀要去吹枕边风。苏姐姐，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遇到林将军，命运会是什么样的？如果没有林将军，我也不在人世了。如果没有林将军，我不在人世了。这就是命。他爱凌霄竟到了这种程度，我做不到。我争不过苏阮昭，这是他应得的。林将军有苏姐姐在身边是福气，他日若敢辜负你，我不答应。将军，久等了。辛苦了，北方商盟越做越大，你是头号功臣。我也就动动嘴皮子，我只是伙计。你至少是老板娘。刚才那首诗下半句是什么？我好想知道。我真忘了，不是故意只写一半。不写完也好，让他们心里痒痒。那些世家不会真心投靠白王，只在等结果。若我们给利益，对镇北军有利，给甜头容易被当猪宰。接下来谈判要强硬，分成只能比林元侯少。我知道怎么做，不会给你丢人。有件事还没告诉你，你爹同意我们的事了。是不是骗我的？别演了，你爹早说了吧。涮沙，你可愿意当我的女人？
本将军今晚要当个采花大盗。将军，我还没沐浴呢。不碍事，香得很。来，尝尝这个小腌菜。我比你小2岁，怎么还叫我姐姐？浣纱，青儿逗你呢，我们家不兴大户人家那一套。别紧张，跟以前一样相处就行。我早把你当姐妹了。给你安排个院子住，再把轮班表加上。林将军在家如此享受，大房竟不介意。朱老夫妇请我去吃饭，涮纱，你陪我去。还叫将军？夫君。拜见林将军。一想到朱老以后拉粑粑落进我挖的坑，我就骄傲。口味忒重了。老师最早住的小院在那边。有杀气，不是丁翠花。来啦，快进来。朱老，以后顺门就是我们林家的人了。家里还有其他客人。这是我外甥女小柳儿，她老家遭匪患，来投奔我们。乱世之中，百姓真不容易。柳寒衣，地品，烟雨楼魑魅勾魂石。林将军，实不相瞒，还有点事想托你帮忙。这容貌跟丁翠花有几分神像。树叶兰，烟雨楼楼主，天品功法，大征遗老。他被山匪射了一箭，伤口化脓发热。大夫说箭头有毒，一般的药没法根治。我不是专业医者，这事儿只能请大夫啊。林将军才华横溢，能否为我这可怜的妹妹想想法子？表姨，让我带娘去天宫吧。你知道天宫在哪儿？天宫是什么意思？阿里木山是北蛮神山，秋冬去容易雪崩。我们镇北军工坊卫生院有余则成，或许能解决。能让这位于大夫来看看吗？他叫余则成，性格古怪，但对医药研究有2把刷子。方便的话，我来看看伤口。毒箭避开心脏，硬撑到现在。我回去找找余则成吧，看他怎么说。那就麻烦林将军了。快吃饭吧，总不能让林将军饿着替你们办事。师叔，我觉得凌霄在撒谎。周柳，你们俩，我是冒了多大风险，别想再套近乎了。你觉得林将军骗你们，是因为没听说过余则成这个人？不止如此，我从没听说过有人不需要诊断就能开药的事。我想去那个卫生站看看，确认一下。你疯了吧？那镇北军工厂是镇北军最核心机密所在，3步一哨，5步一岗。你要是被人发现了，你师父还救不救了？你骂我弟子干什么？欺负小辈很骄傲，有气往我身上撒便是了。舒叶兰，你想死吗？快回屋里躺着。死不死也就这几天了，躺不躺有用吗？别说这种话，凌霄是个奇人，他说有机会就会有机会。是啊，但凡早点听你评价他，也不会让老三去刺杀他。不知老三是生是死。你早就该后悔，不该为早不存在的大真朝建烟雨楼办事。你对得起传你天绝剑的师傅吗？我何尝不知道希望渺茫，可这一脉代代传下来，对不起丁师姐，我只能信赖你。少来，我欠你的这一次怎么都还清了。唉，小柳儿，我知道劝你也没用，你自己小心点吧。别管我是谁，你叫什么名字？凭啥告诉你？回答我，不说我宰了你！大半夜来这里，只有2种人，杀我的或有求于我的。你不直接杀我，肯定有求于我。姑娘，我劝你还是对我客气一点。你可是姓余？不错，我就是余则成。你该不会是今天下午林将军提的那人的家属吧？林将军说什么了？那你会做药吗？会是会，不过也不能保证绝对治好。
你这是干什么？为何要剥蒜？做药啊！你到底是不是病患家人？少废话，赶紧来帮忙。你那又是何物？简易的蒸馏器，高乙醇。是酒吗？怪不得有股酒香味。你在酿酒？你要是诚心问我，好歹先把脸露出来。我是说，你真正的脸，不是这张假的。你怎么知道我易容了？要是连这都看不穿，我凭什么待在这卫生院？要看我真容可以，但有条件。你见了我就得娶我，或者你我之间死一个人。你疯了吧？万一你很丑，我不是血亏。我很漂亮，绝对配得上你，这点你放心。算了吧，我不看你了。我压根儿不想成亲，更不想杀你，因为你需要我救人。本王派高手助你重伤烟雨楼主，还杀了10几个杀手，你却说不能帮本王杀死凌霄。王爷息怒，王爷坐拥30万大军，自然不会把我一个江湖之人放眼里。杀凌霄固然要费功夫，但并非难事。少废话，既然不难，为何迟迟不动手？楼主吃我一毒箭，可他功力高深，没那么容易死。若不确定他死了，杀手不会听我号令。1个月后，若此女不出现，大概率就是死了。我就借为无面童子报仇为由，替王爷除掉凌霄。也罢，就等你1个月，再敢食言，别怪本王翻脸无情。你要是能莫为本王了结凌霄，本王这侍妾就送你了。王爷，赏赐的事儿不急。找到魑魅了没有？没有，应该是易容了，不好找。魑魅失踪，大概率是和树叶兰那贱人在一起。你去查查剑林的内门长老，树叶兰出身剑林，他受了重伤，唯一能找来帮忙的也就剑林老相识了。二当家，魑魅如果抓到了，能不能别杀，交给我处置？什么意思？你们不是死对头吗？原来如此，好啊，只要把他内功废了，别的随你处置。多谢。林将军，这怎么一股蒜味儿啊？这我不清楚，余则成说不好保存，尽快使用。我还有军务，先走了。怎么还闻着一股酒味儿？太怪了。因为这就是酒和蒜做的。我昨晚亲眼看他做到很稳。那人看着靠谱吗？我不知道，他一点不怕我，像什么都知道，说的话都奇奇怪怪的。那没错了，准是有才之人，快给你师傅上药吧。此神药若是用在战场上，可救人无数啊！老夫都想见见此人了。哎呦我操！你鬼啊！躲这干嘛？你去哪里了？关你屁事！你刚才和女人在一起？怎么，不行啊？不跟女人在一起，难道和男人在一起啊？你上次不要看我的脸，是因为娶妻了？少打听，别愣着，剥蒜。这里是他家，他没有娘子。朱老，接下来一段时间，我可能不太会过来了。天寒地冻，并无战事，林将军有什么事要忙？朱老可还记得，我前阵子被无面童子刺杀，无面童子被我打伤了，后来死在乱葬岗，被我们的人发现了。这是无面童子的匕首，士兵发现后上交给我的。我听说那无面童子是个武道宗师，就这么死了？烟雨楼和白王勾结了，我估计那楼主是要替白王来杀我了。那些杀手只看钱，连夫君这样戍边卫国的将领都要刺杀，简直丧心病狂。能好好做人，谁愿意当黑暗里的老鼠？那些杀手多半也有苦衷。大钱都快分崩离析了，竟然出了如此一号人物！我警告你，无面小子的死是咎由自取，别想报仇。那是自然，我甚至庆幸老三失败了，是个不错的结局。夫君，那烟雨楼主真能为我们所用吗？他会不会恩将仇报？我了解朱老夫妇，他们收留说明值得。柳寒溪心思单纯，重情重义。将军，亲王的使团来了。夫君，这位是亲王的幕僚骆文峰先生，他也是国子监的博士。林将军，老夫骆文峰奉亲王殿下之命
来和将军探讨凉州和沧州通商一事。一路穿过巫山郡，来到白水郡，所见所闻非同凡响。光这水泥路，怕是让马车速度快上3倍不止。敢问将军，这水泥可有售卖？我们西京地势平坦，很适合修建水泥路啊。水泥产量不足，目前不在通商货品中。骆大人怕是要失望了。太遗憾了。不过听说将军的北方商盟还有许多宝贝，蜂窝煤、肥皂，我们确实很感兴趣。宝贝谈不上，不过是一些生活用品。来之前想必你们已了解一些了吧？夫君，骆大人说亲王殿下愿意扣掉成本后给我们70%利润，并且减免税收。给我70%，而且不收税。亲王殿下还说什么？殿下望将军让北方商门在西境设立分行，建设工坊，我们会全力配合。此事容本将军考虑几日，毕竟不是小事。那是自然，我们静候佳音。娘子，你最近越来越厉害了，这寒玉功进步够快啊。夫君才是功力深不可测，妾身怕是练到100年修为也不是夫君对手。夫君，你是不是打算拒绝亲王？那要看他们态度了，让他们冷静几天，脑子清醒了再来谈吧。夫君这一招，怕是要让骆大人他们难受死了。难受就对了，这样才能长记性。骆大人，怎么那林霄还没来找您谈啊？都快5日了。老夫猜测，他肯定想通商的，应该是有什么难题困住了他。今日将军府的客人是西樵大王的得力部下，外交使臣钟朗。钟朗，林霄怎么会和西樵大臣走到一起？他要对抗白王，又要提防北蛮，所以更要和西羌交好。难怪迟迟不做决定，原来是顾虑西羌。我怎么忽略了他还有北蛮那边的压力？跟西羌结交，自然不敢轻易跟亲王殿下走得太近。骆师兄，这不合书院规矩吧？我是后门的，你是正门的，你让我帮忙？师弟，此事无关书院，纯粹以私人关系走。你女儿可是林将军身边的红人呐。嗨，别提了，女大不中留，管不住，非要给人做小的。你女儿手握大权，足见在林府地位。苏师弟生了个好女儿，为兄羡慕都来不及。唉，师兄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我明日和幻兰说说，让他劝劝林将军。多谢苏师弟，若能让林将军下定决心通商，为兄欠你一个大大的人情。父亲，怎么样？被我家夫君说中了吧？邪门了！林将军怎么知道骆文福是书院内门弟子的？世人都以为他是国子监学子。夫君向来慧眼如炬，肯定是看到了我们没发现的细节。接下来还得劳烦父亲去跟骆文峰通风报信了。唉，造孽啊！为了你这丫头，我真是上了你家林将军的贼船了。骆师兄，我听闻清楚了，林将军确实顾虑西超，可关键问题是在你们西境自己身上。哦，此话怎讲？你们派了8万大军在凉州，亲王总共20多万兵力，放了8万在那儿，等于在西超头上悬了一把刀。怪不得这种事林将军也不好说出口，所以只能这么拖着。行了行了，我得走了，你可千万别传出去，就当我没来过。多谢师弟了，改日为兄一定有重谢。速速传回西境，交给王爷。殿下的枪法越发精进了，当世皇族恐怕没人是殿下的对手。师父，你就别取笑我了，在你这样的枪道宗师面前，我差得远。骆先生不在，本王确实心烦。这老骆驼走了快半个月了，怕不是遇到山匪被砍了吧？司空，真没看出来。那林霄竟然能和西樵走到一起，这可麻烦了。骆先生给了北方商盟如此高的评价，商路一通带来的好处远超想象。只是凉州撤掉4万军力，会不会危险？殿下，如今是邯郸东，西羌人过不来，先撤回来，把商路通了，开春前再考虑增派，不就行了？既然师父都这么说了，那就这么办。林将军，你是怎么说服亲王会折4万大军的？公主，我和亲王怎么谈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该你们兑现承诺了。你不会让我失望吧？哼，本公主这就回去跟父王请示，将军静候消息即可。夫君这些日子的布局，让亲王撤兵减轻西疆负担，再让西疆增兵牵制北蛮，莫非打算对沧州其他几个郡动手了？娘子，不能着急，镇北军不到3万兵马，经不起损耗，天寒地冻，物资补给都是问题。兵肯定出，可未必需要大动干戈。不动兵戈，人家还会把地盘拱手送上吗？哦，我明白了，
李思白怎么也想不到你会在这么冷的时候出兵吞下整个沧州。这该死的老七，真是穷疯了！竟然为了和林霄一起赚钱，派兵来跟本王示威。传令下去，让陆三林率领银甲军和2万兵马去甘州增援。哼，若再被亲王蹬鼻子上脸，那些世家肯定更嚣张了。大王，那西樵的狼骑兵掠走了我们牧民数千牲畜，还请大王允许臣出兵增援。历来进了冬季，草原上都相安无事，今年西羌为何敢侵扰我们的牧场？镇北军卖了一种名叫蜂窝煤的炭给西樵，那东西不到木炭1半价却更好用，西樵兵马根本不回部落，全在边境游荡。不仅如此，那林霄还卖了许多货品给西樵，黑市上面西樵又高价卖给了我们的子民。前些日子闻到阿丽娜一身清新味道，皮肤丝滑，她说是派人采购了一种名为香皂的宝贝。大王，臣妾……本王知道了，苏贺，你带人去驱逐西漳人，其他的等开春再说。大王，难道不整顿黑市吗？这么下去，西昭会赚走我们大笔钱，此风不可长啊！不过是一些女子所用之物，本王为此破坏商贸，反而让天下耻笑。此事就这么定了。大人，蔡司马来了。哼，蔡恒，他有什么事儿？卑职蔡恒见过太守大人。大人，镇北军又往前推了5里地，如今只差5里就要把水泥路修到城门口了。那又如何？他修路花的是他自己的银子，与我们何干啊？大人，他这分明是为攻打我们临沧城做准备。一旦路修好了，肯定会大军兵临城下。住口！本官悉心栽培你，委你重任，你却咒本官死？不是，卑职不是这个意思。大人对卑职有知遇之恩，怎么可能咒您？你还知道自己是本官提拔的？你眼里还有本官吗？吴大人，卑职不是危言耸听。如今北蛮和白王军都顾不上林霄，林霄多半会借此时机拿下临沧，乃至整个沧州啊！笑话！本官问你，他若想拿下临沧，入冬前为何不来？3000守兵，偏等入冬了攻城。白王殿下还能无动于衷？冬天一下雪，行军多难，他才多少兵力，经得起大冬天打仗的消耗吗？接着奏乐，接着舞。大人所言有理，可卑职斗胆，至少将士兵们欠下的3个月军饷该发了。朝廷大乱，本官俸禄都欠着，他们欠几个月又怎样？不想当兵的，让他们滚！今年好歹有蜂窝煤，比往年好过多了。真得谢谢那林将军，帮咱百姓省了一大笔钱。巫山白水那边的人每天能半价买2个煤饼。自从镇北军一去，有吃有住，还给建了学堂，孩子上学认字不用钱。我想去加入镇北军。我堂哥就城门口的，3个月没发军饷了。要是镇北军真打过来，他直接把城门给开了，当内姓算了。岂有此理！你堂哥叫什么？你谁啊？咱聊咱的，跟你有关系吗？既然当了兵，就得服从军令，怎可想着当叛徒？不给军饷还让卖命，吴太守吃香喝辣，当兵的就得挨冻受饿。蔡司马，咱的军饷什么时候能发呀？快了，不用多久了。从白水城到巫山郡乃至临沧泗3角路线已经完成了，水泥路撒盐都没什么积雪，运输根本没受影响，可算按时完工了。娘子辛苦了，替我一直盯着，调配人手。妾身不过是指挥一下，若没有夫君的奇思妙招，也完不成的。嫣儿，派出去的间谍怎么说？吴永和醉生梦死，蔡恒被边缘化了。为军饷的事和吴永和闹得很僵，迟早被革职甚至下狱。蔡恒是个人才，我可不想他真被砍了。明日一早给吴永和见识一下什么叫神兵天将。当家的，怎么回事啊？这么多马车，都是北方渐入运输车，恐怕是去哪里干活吧？道路通畅，速度就是快，管他们去哪里，继续捂被窝。水必须烧退了才能灌入暖水壶。将军说了，切不可因小失大。咦，这水怎么甜甜的，还有股姜味儿？烧水的民往里面放糖块和老姜了，说是喝了能驱寒。所有人只穿棉服，不要穿盔甲，不要带武器，把水壶放进棉服里，准备好的就上车。白少尉，咱不是要打仗吗？不穿盔甲行吗？盔甲会用专门车辆送去，穿身上马车负担太重，而且容易冻伤。老于，马车都处理过了吧？轮子换了最大的，皮革做了减震，打了孔，绑了麻绳做安全带，车轴抹了润滑油，低温下也能稳定运行。不错，这些润滑油加入草木灰中和酸性，提高保质期。夫君，你是从哪儿突然找来这么多运送士兵的马车？原来都是运水泥、运建材的车，咱都有3000多架了，很多还是我跟木工兄弟们一起造的。这家伙当兵是工作，木匠才是生活。军工不分家，
他们以为我修路做肥皂、做蜂窝膜没是为了赚钱，殊不知发展产业的过程自然能增强镇北军的战力。全程保持匀速，路上3个补给点可以提供热水取暖，有军医，至少选择一个停靠检查士兵身体状况，没有补给检查的将军法处置。都听明白了吗？明白。镇北军出征！神了，这车也太舒服了吧！还以为屁股都要碎掉呢。你们看，前面还有火光，那是我们民兵路政队的路管员。路政队专门负责道路，2人轮赶，确保路上没有积雪杂物。路上雪都化开，就是他们长期撒盐，一有突发情况，还可以提前点狼烟报信儿。除了路政队，还有后勤队送吃的喝的。你们步兵吃的饭菜都是我们后勤队送的，你们可都靠咱民兵才有饭吃。哈哈，壮哉！哈哈，没想到以车队出征，竟然能有如此气魄。冬季行军至少1整个白天才能抵达，如今只需2到3个时辰便能兵临城下。夫君，我怕不是在做梦吧？走吧，到了前线你就知道是不是梦了。老江头，醒醒了！周校尉，周校尉，老江头冻死了！死了有一会儿了，这冬天都第6个了，还得冻死多少人啊？周校尉，那边怎么好像多了很多人？怎么可能？镇北军是镇北军！周校尉，那杀神林霄来了！怎么突然变出那么多人来？大晚上行军过来的，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疯了吧？那都是步兵，这么冷的天从白水城过来，不得跑1宿，还打得了仗吗？路上得冻死多少人啊？为了咱临沧郡，值得吗？你们盯着，我去找蔡司马。大人，镇北军来攻城了！3000镇北军，他们真敢攻城？不是3000，至少是1万！什么时候来的？事后营干什么吃的？昨天到现在怎么一点消息都没？这些镇北军像从天而降，一晚上突然就变出来了。我怀疑是水路让他们行军速度变快了。胡说八道！那水路又不是不会下雪结冰，上万兵马跑过来也得大半天。卑职也想不，就算真做到，也会损兵折将。这林霄愿付这么大的代价，属实不可思议。蔡恒，是不是你故意隐瞒了军情？你想投靠那逆贼林霄？大人冤枉啊！卑职一直感应大人栽培，怎敢背叛大人？既然你这么说，就证明给本官看。命你立刻带所有守军死守城门，坚持2日等白王援军。对方有上万精兵，还有攻城器械，如何坚持2日啊？本官身为临沧太守，是要与临沧城共存亡。再问你一次，愿不愿跟本官死守？3000对1万精锐，这不是要让士兵白白送死吗？卑职誓死追随。老爷，您是要找甲胄吗？我给您收库房里了。什么甲胄？你是想让本老爷去送死吗？去把我书房里的字画、古董、银两全都搬上马车。老爷，那咱是要走？让护卫统领郑春带着财物送去城北门。北门，老爷，镇北军就是从北面来呀！少废话，让你去就去。怎么回事？这才刚开始，怎么就伤了这么多？他们的投石车太准了，咱的士兵站在城楼上根本就是活肚子。投石车，那东西怎么会准？从没见过那种大玩意儿，一掉下来也不碎，又硬又沉，太恐怖了。弟兄们，太守大人说了，要跟我们誓死守城，别让镇北军小瞧我们。城门没破就没有结束。别恋战，开城门！我不打了，我们投降。蔡司马，吴太守在哪儿？不是说要一起守城吗？蔡司马，放弃吧，咱挡不住他。他们的眼里只有沮丧和疲惫，而镇北军眼中全是炙热的神采。从一开始，我们就已经输了。其实我一开始就明白，他不会来。
只是抱着一丝不切实际的幻梦。如今，梦醒。将军有令，只要缴械投降，不可杀俘虏。这就结束了。镇北军伤亡不到100人，大部分只是轻伤。金陵卫甚至都没机会发挥一下，这凌霄太恐怖了。禀报大将军，临沧城守军2000余人已全员缴械投降，蔡恒及20余名军官都已带到。你就是蔡恒，你用的道门功夫吧？是道门的人。将军慧眼如炬，卑职年幼时父母早亡，被道门师傅收养，因资质愚钝，进不了内门，后选择入仕。科举落榜数回，走投无路才当了兵，后幸得无字首赏识，才有今日。璞玉未琢，拥有巨大潜力，若得重用栽培，前途不可限量。林将军，临沧城已被您收入囊中，镇北军也备有多少伤亡，可否放吴天守一命？蔡恒，你给本官闭嘴！吴大人，您这是？林大将军，本官吴永和久仰将军大名，今日一见，果然英明神武。混账！你看看死了多少人，凭我们这点兵马，怎么可能是镇北军的对手？原来他是要我把所有罪责扛下来。搬下来！这些银钱都是本官祖上积攒的家底和夫人嫁妆，吴某愿拿出全部家当捐给镇北军，为全临沧郡求一个太平。还请将军高抬贵手，不要迁怒士族百姓。若想解恨，将吴某的脑袋取走便是。吴大人请起，银钱都收回去。镇北军从不拿百姓一分一毫，你这个太守也不能排除在外。林将军，这些银钱不过是身外之物，下官真心仰慕镇北军，还请将军收下。吴永和，本将军说不收就不收，你是想让本将军坏了自己定下的军规？这下官不敢。只不过今日我们奉命收临沧，你们却不好好配合，甚至伤了不少，这笔账该怎么算？怪本官治下不严，蔡思密也是一时糊涂，就让本官替他受过吧。蔡思密，你做小上司，吴大人对你不薄啊。将军，此事皆因卑职糊涂，岂能怪罪吴大人？卑职愿意承担罪责，请将军莫要牵扯吴大人。哈哈，好，吴大人和蔡思密都让本将军很是佩服。既然你们都愿意担责，那就一起死吧。来人，将这2人押入大牢，明日午时问斩。原来如此，他根本就没打算放过任何一个人。吴大人，费尽心机，到头来也不过是一场空。来，分2个队伍，自己拿碗。竟然是面片汤！别愣着了，快端起来！后面这么多人还排队呢。周校尉，这怎么回事？该不会断头饭吧？不管了，就算有毒我也喝了。多久没油水了？闻着还挺香的，好像有猪油。第一次当俘虏啊！临沧守军，这里谁军衔最高？末将周达是守军永威校尉。你统计一下，哪些士兵家属在临沧白水巫山的？若要带家属报平安，直接去南面帐篷写字。将军，我们真的可以传信给家里。我王宠原本沧州军镇威校尉，火头军出身。林将军非但不计前嫌，还让我晋升了镇北军步兵3营副都统。收起你们的疑心，我们镇北军来了，临沧郡的天该亮了。爹，这可怎么办？大冬天的，房子漏风可怎么住？这镇北军打就打，砸坏咱老百姓的房子干啥？小声点儿，你不要命了？不知道那凌霄是活阎王吗？大爷，这房子是你们家的？是我们没事儿，一点都不怨镇北军，都怪咱家运气不好。大爷您误会了，镇北站毁掉的房子都由我们建筑队负责维修，统计下人口，安排住处，供你们吃喝。还有这种事儿？官爷，你不是在逗我吧？所有吃喝住修房子都不用您花钱，全是镇北军出钱。前面刘大娘家、楚老爷子家都已经统计完了。哎呀，那可真太谢谢你们了！老汉我给官爷军爷们磕头了。大爷，快起来，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镇北军真给百姓免费修房子，还安排住处供吃喝。老马，你们说的都是真的？镇北军免费给百姓修房子？千真万确，前面好几家都已经在安排了，还说是北方建筑出的钱。这支军队到底是什么样的军队？百姓们都被安排在客栈，暖和得很，1分钱不用掏，镇北军全包了。小六子家险些被砸到，一开始高兴，觉得菩萨保佑，回来垂头丧气，说还不如被砸掉捡个新房子。守军的将士们怎么样了？
他们不在这边关押吗？关押，你想多了，他们可比您舒服，还忙着给家里写信报平安呢。什么？产妇不是会先被关押，然后接受甄别训吗？是关着，不过有吃有喝，还有蜂窝煤取暖，受伤的待遇更好。镇北军给医治，送军营躺着专人照顾，活了半辈子，真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军队。跟镇北军一比，白王军、州府军算什么玩意儿？怎么回事？是镇北军入城了，他们一入城就在那儿唱歌，怪带劲的，我都想去当兵了。他们的内心深处明白自己为何而战。林将军，了不起啊！将军，我冤枉啊！都是蔡恒不听我劝阻，执意要和镇北军为敌。请暂停。吴大人，喝口酒，路上暖和。蔡司马，保重。蔡司马是好人，不要杀他。林将军，放过蔡司马吧。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孩子当兵断了腿，蔡司马用俸禄请大夫，他是大好人。我家牛棚塌了，蔡司马带人帮忙修。既然民意如此，蔡恒，本将军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全权负责临康城房屋修复、伤员安置，办好了免除死罪，继续留任。将军，您真要放过我？不是本将军放过你，是临康城的百姓不舍得让你死，千万别辜负了父老乡亲。我蔡恒立誓，日后必当肝脑涂地，以报今日再生之恩。清河安排的托怎么才几个？幸亏蔡恒口碑好，不然气氛烘托不够。将军，我也能戴罪立功啊！修房子我熟啊！好办您喽！镇北军威武！夫君，这吴永和的账目对不上，有至少20万两，不在府内，不在府中。他的几个别院外面养的女人都查过了。吴太守的很多账目和醉花楼相关，应该和那脱不了干系。醉花楼那是什么地方？夫君莫要装傻，自然是青楼了。这临沧城还有青楼，娘子你可错怪我了，我真不知道啊。临沧有大量风尘女子在此谋生，青楼税赋对朝廷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难怪大钱日薄西山，若非百姓日子难过，女子何必出卖自己赚辛苦钱？夫君能这么看待青楼女女，真有赤子之心。他日若执掌江山，定能让这些可怜女子过上好日子。我先去把那20万两银子找回来，那可是咱镇北军2个月的开支。夫君要去调查可以，不过得先留下点东西。好家伙，这规模比起太守府有过之无及。吴永和经常喊这里的红豹姑娘去别院，醉花楼有太守当靠山，连毒坊都比不上。走，进去见识一下。这位是我们镇北大将军，你们这里谁是管事的？奴婢月红是这里的扛把子，拜见大将军。前烟雨楼杀手，难怪身上有杀气。吴永和放在你们这里的银子都交出来吧，20万两，少一个子都不行。将军冤枉啊！我们绝不可能有暗账。将军，我们都是被卖到这里的孤苦女子，您就可怜我们吧。将军，他没撒谎。林将军，吴太守的钱我们都不敢要。你他妈捅了杀手窝了！放肆！本将军既然来了，这账就已经查清了。你们以为哭哭啼啼就能把20万两百姓的血汗钱给搪塞过去？既然不肯交代，那就全抓起来，带回大牢严刑审讯。林大将军好生威风，可别把我们这些姐妹给吓坏了。怎么楼上还有人？不是让你们全都带到下面来吗？秦统领，我们都查了，这人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看样子，你才是这醉花楼的幕后老板。将军好眼力，这是花弄影，我们这儿的花魁。要是我们不出，岂不是林将军搞错了？林将军名声岂能毁在我们手里？这女人在刺激我的大脑，而这套老子几百年功为贤者状态。岂有此理！滚开！本将军还能为了20万两来故意污蔑你们几个女子？来人，把这帮女的全都抓起来，特别是这个花弄影，打入死牢。将军，且看奴家舞上一曲。翩若惊鸿配合红尘醉，加上能歌善舞，定能如虎添翼。这舞蹈结合音律，有催眠效果，我且配合看看情况。关主，定住了！这凌霄简直比蛮子还野蛮，他查清楚什么了？就在这污蔑我们！都别说了，此人绝不可轻视。你们尽快收拾东西，从后厨密道离开，去城外据点暂时躲避。城外据点在哪儿？不如带我去看看，藏没藏银子啊？你没罪。本将军执行公务，向来滴酒不沾，怎会醉？你们冒充青楼女子，该不会和无面童子玉一样，准备来刺杀本将军吧？我们首先是风尘女，三当家刺杀你是他个人所为，和烟雨楼并无瓜葛。将军，刚才我们这是……你们全中了那女人的媚术，日后还要勤学苦练才是啊。林将军，我认输了，可你要的20万两，我属实拿不出来。不过奴家可以告诉将军那20万两的去处。
这个林将军在找什么呢？难不成还觉得我们有私藏赃银？别说了，这就是混世魔头，咱碰到他倒血霉了。林将军，您是在寻找什么？需要奴家帮忙吗？帮忙？我杀了你的姐妹，你不恨我，还想帮我？将军小瞧我们了，来这里的姐妹都是苦命人，靠陪笑碰逞混口饭吃，早就是乱葬岗的排骨了。进了烟雨楼，将生死置之度外，若死人就报仇雪恨，那烟雨楼结定不用有格局，难怪能出楼随风这样的人才。你们这里有刑房吗？将军，你在找的是那种地方？怎么不可以吗？没想到将军一身名门正东神功，内心却如此轻浮。将军，你这是做什么？本将军查问刑房，是想确认你们有无欺压苛待弱女子，岂能容你胡乱揣测污蔑？谁信你这套说辞？你这般害羞作甚，从前不会受过这般惩戒。奴家好歹是此地花魁，倘若轻易危身旁人，岂不是砸了自身名头？唯有将军这般神功盖世的强者，才能让奴家无从抵挡。寻常男子就算武道宗师，想打动奴家也绝非易事。明知本将军修为深厚，还敢施展媚术惑人？身为七楼掌事，头牌花魁，何时受过这般委屈？都看什么看？本将军口干，速去吃一壶好茶上来。这茶水该不会暗藏隐患吧？将军，我们虽流落凡尘，却也分得清善恶。镇北军深受百姓爱戴，若非被逼至绝境，姐妹们断然不会对您出手。听你这话，心底仍旧存有芥蒂。人非草木，谁能毫无心绪？肯吐露真实话便好。对了，近日商城还未刷新，固本强身丹、气血调和丹，器械品级偏低，这风月场地对应的商城实在没什么好物。纯阳无极功、玉虚秘录、素女心经、共修心法，8000威望，就算倾尽积蓄也远远不够，口中仅剩510威望，有折扣券半价仍需3500，只能搜罗黄品以上装备兑换威望。还有一枚幸运福袋未开启，晚间悄悄开启，若能爆出极品物件，说不定便能凑齐。这人平白无故发笑，究竟在谈算什么？难怪世人都说他杀伐果决，心性捉摸不定。将军，这些都是杏花村村民，他们专程前来，想为花姑娘作证。林将军，花姑娘是我们全村的救命恩人，这些孩童全靠花姑娘常年出现接济照料，若无她，孩子们早已熬不过饥荒。孩子们，先安分些，等会儿姐姐再陪你们嬉闹，线下不可乱跑。这些孩子都是我这些年拼尽一切守护的人。那20万两银两，全都用在了安置这些百姓孩童身上。吴永和多年投靠白王，搜刮钱财，残害百姓。花姑娘收留无家可归百姓在杏花村定居，常年照料孤儿。这些孩童双亲不少战死沙场，也有遭吴永和迫害殒命之人。花姑娘7年前成为花魁起，便持续拿出银钱接济众人。既然20万两白银尽数用来行善救人，死罪便可免去。只是从今往后，这座风月头龙不得再继续经营。诸位姐妹不必难过，林将军肯饶我们性命，已是格外宽待。奴家多谢林将军，留我等一条生路。不必道谢，你们的生路是自己行善积德换来的。另外，花姑娘随我一趟，有要事与你相商。天下男子无论身份高低，面对女子大抵都是同样心思。这位林大将军携风月女子回府，竟丝毫不加遮掩，单凭这份坦荡，便胜过诸多惺惺作态的伪君子。他武功超凡，又是守护百姓的英雄，若当真以身相托，也算不得委屈。竟在此处，连卧房都不肯一步。将军，奴家来为您卸甲。不用，我自己便可，你一旁等候就好。竟这般心急，也罢。等等，你这是做什么？你解开衣衫作何？那便由将军主动便是。你胡思乱想些什么？本将军寻你前来，绝非存了那等私心。难道自己领会错了意思？花姑娘，你可懂得酿酒？将军怎会知晓此事？你所修功法都与酒系相辅继承，稍加推测便能猜到。好香的酒，绝非凡品，好酒。将军，此酒唤为何名？酒香怎会这般醇厚浓烈？这是蒸馏烈酒，以谷物酿造米酒为基底，经蒸馏工艺提纯而成。纵使宫中供御酒，我也曾尽数品尝，从未听过此种制法。不足为奇，这酿酒法子眼下仅有我手中掌握，
尚未向外推广。莫非是将军麾下北方商盟的独有佳酿？倚仗风月营生或暗中收拢人手，都不是长久安稳之道。你可愿意带姐妹和杏花村萧明归入我北方商盟，一同开设酿酒作坊？原来他寻我竟是商议此事，闹了半天，从头都自己自作多情。虽说松了一口气，心底却莫名生出几分失落。这位将军心思实在深沉难测，这般重大事务，为何不先与妾身商量？娘子，你来的正好，我这不是还没来得及去找你吗？妾身听说夫君不仅去了醉花楼，还带了花魁回来。莫非妾身和姐妹们伺候不周到，有了这么美的妻子？凌霄还有别的妾室，难怪对自己的美貌无动于衷。娘子哪里的话，我不过是见花小姐她们孤苦无依，给她们找点维持生计的工作。酿酒的事也该先让浣纱来，怎么能让外人抢了先？回头浣熟知晓，不得跟我抱怨？这个确实是为夫考虑不周。花小姐，既然我娘子这么说，酿酒工坊一事暂且放一放，若感兴趣就等一段时月，若不愿去留随意，但不得再经营青楼。煮熟的鸭子飞了，蒸笼酒是超级肥肉，绝不能脱。将军夫人，弄友和姐妹们都敬仰镇北军，还请夫人给我们一个机会，只求在这乱世能够温饱。若将军一心要将工坊方交给你，我也不会拦着，只是为将军办事必须尽心尽力，不能有丝毫二心。若你办不好，出了岔子，将军神功盖世，自有雷霆手段，你要想清楚后果。奴家明白，绝不会辜负将军的一片好心。花小姐不要紧张，本将军向来赏罚分，你回去好想想，明日上午再给答复也不迟。林将军，我那些姐妹全都听我的，这蒸馏酒还由我们来。奴家保证，一定要北方商盟的名扬天下。明花村，好，那你回去通知他们，明日上午杏花村见。娘子，真有你的，把花弄影唬得一愣一愣的。夫君，妾身怎么不知道你还有酿酒的本事？这酒也太香了，妾身在房门外都闻着了。你夫君我向来多才多艺，不然这花魁能被夫君迷得神魂颠断吗？娘子，你应该都听见了，为夫可只是找他来谈酿酒的事儿，别的可压根儿没兴趣啊。还不是因为妾身早做准备，夫君空空如也，自然也就没兴趣了。这哪是女帝，分明是女妖精啊！娘子既然这么说，为夫怎么也得再证明一下自己的实力。夫君，我听说你关了醉花楼，还要收编那帮女子。不错，怎么了？我整顿城内情报网，抓了很多人，发现都是为花弄影办事的。他一个花魁要那么多线人做什么？花弄影是烟雨楼第7楼的馆主，醉花楼就是他们的据点。什么？花弄影是第7楼馆主？夫君，那他和树叶兰什么关系？大概率和树叶兰是一伙的，对楼随风没什么好感，所以我才将他们收编。菩萨菩萨，我好歹也是修炼不灭金山的佛门弟子，保佑一下，让我出一个极品的天品武器吧。开启。3件天品，比上次开福袋竟然还多了1件，好剑啊！可惜老子没学剑法呀。黑刀肯定以后还能变强，刀法肯定还是首选。操！差点忘了正经事，不灭金身残卷只需2500威望。兑换。好家伙，又小赚200威望，美滋滋。打开。学院宝箱真是不错，学完这一卷就差最后1卷了，最后1卷要1万威望。不管了，先让老子品味下第4卷。精力强度和感官再次质的飞跃，这就完了？老子的仙品呢？老子的资质提升呢？筒子，你是不是出 bug 了？功法进阶提升解会强化该功法的效果哦。啥都要我问？你当我是你爹吗？大宗师变成了以武入道，排序第1次放在天选之人前面，脑海里多了对天地万物的见解，不仅是武道，更像是天道。第4卷的提示隐性的，像是在为陆地神烟境界做准备。每过1小时近1分钟无敌，加上嗜血被动，想死都难。贯通天丹我肯定不需要，娘子也不需要。给婉莹、冰焰、浣纱1颗也没法一碗水端平，暂时先不用。哪天身边女人需要，尽快提升功力再做决定。杜灵天珠对我也很气馁，修为来得太容易，不如直接用点数加，也先留着吧。以武入道，原来是这样的境界。这家伙受刺激了。秦河，来我书房一趟。将军的声音，
怎么会直接在我耳边响起？啊，将军，您在哪儿？书房。几个月前还是边城兵卒，怎么半年功夫就变得如此深不可测？怎么，因为醉花楼里面中了花弄影的招，受刺激了？将军，我发现自己还是太弱了，我这样的人可能不配给您当下属，只会给您拖后腿。那你觉得镇北军中谁有资格给我当随行护卫的？不知道，是压根儿没有。论武功，本将军一个人抵得上千军万马，用得着谁来保护？清河，你我是从石堡开始出生入死的兄弟，这一点我不会忘记，希望你也别忘。我需要你在身边，不是因为你武功多高，是因为你对得起我的信任。这种撂挑子的话，以后别说了。末将愧对将军厚爱，以后绝不敢再说这种丧气话。当然了，你想让武功精进，我很支持。以后每月抽3天，我去军营指导校级以上军官。你呢？我给你开小灶。平日刀法有什么想问的，随时来问我。多谢将军，有将军亲自指点，镇北军将士必然一日千里。哈哈哈，你小子还学会拍马屁了。对了，有件事要你去办，给我买几件黄品以上的装备过来，什么都行，要多少钱就跟账房说。记住，是买，不能强取豪夺。是，末将这就去办。将军，6件黄品以上装备都买回来了，卖家们都很配合。拼拼凑凑，总算攒够40日威望。素女心经，拿下！我去，上古高人玩得够花的呀！获得技能鸾凤和鸣，可提升资质、修为、阳寿。资质、阳寿，这2个可比提升修为厉害多了。筒子，这被动技能每次提升效果是多少？怎么没写啊？鸾凤和鸣的提升效果以实际的升华质量来判定，最低无效，上不封顶。上不封顶，这么牛逼？那直接提升到仙品资质，加1000年阳寿也行。理论上是可以的哟。恨不得一大逼兜子抽上去。不管了，先加1甲子修为。素女心经修为达到60年，提升的只是最低效果啊，这点提升太小了。啊，丝毫没觉得疲惫，总功力精长了4年。娘子要去杏花村了，咱一起去视察一下。夫君自己去吧，妾身今日告假半夜。纵然60多年寒玉宫修为，也快被融化了。行吧，娘子好好歇息，等我忙完了，今晚我早些回来。蔡恒，此行目的地是杏花村，打算实地勘指修建酿酒工坊。杏花村那般贫富偏僻，如何能支撑起酿酒工坊？蔡恒，心中有顾虑，不管直言无妨。杏花村土地贫瘠，山地居多，青壮年大多外出谋生，村内只剩老弱妇孺，仅靠零星种菜、采摘野果糊口。村落出自仅有一条山谷通路，早年曾因暴雪断粮，数十乡民没能熬过寒冬。此地唯一拿得出手的，便是漫山遍野的杏树，实在没有可供兴业的物产。这番贫瘠偏僻的村落，你怎会了解得如此详尽？卑职任职临沧郡，各处疆土民情皆须了然于心。不光翻阅县职，也曾亲自下乡探查。那漫山杏花盛景，你也曾亲眼见过。卑职有幸去过2回，春日满山杏花盛放，风光清雅，看罢只觉心境舒展。那便好办，此地完全可行。这村子物产疲乏，交通闭塞，如何能支撑起酿酒工坊？好地方，绝佳之地。将军，您所言好在何处？风光景致绝佳，你不觉得此处宛如世外秘境？秘境是何物？景色确实无双，可再好看的山水也换不来收成啊。参见林将军，奴家手下39名姐妹，连同杏花村100余村民，尽数在此等候。花姑娘，带我四处走走看一看。遵命。这座庙宇是奴家自掏银两请工工匠修缮的。每到寒冬，全村人都挤在庙中相互取暖，不敢随得外出。奴家说这些，并非为求褒奖，指望将军能给全村老小一条安稳生路。蔡司马，回城之后即刻招募2队工匠，将杏花村民居尽数翻新重建，不可村头2座木桥也一并拆了，改筑坚固石桥。多谢林将军。卑职遵令。耗费过多钱粮得不偿失，不如将村民整体迁走更为省事。这周边除杏树之外，还有别的物产吗？河鱼、飞鸟、野花之类都可说说。溪中有小河鱼，肉质鲜嫩，时常有白鹤从上空掠过，通人性的很。山间还有桃花、野菊、杜鹃。谁随身带了纸笔？卑职随身带着，账令暂且不用，我偶得几句短句，你帮忙记下。短句？
双杏山前白鹤飞，桃花流水江鱼肥。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小庙一夜听春雨，苍城明日卖杏花。人闲杏花落，夜静春山空。迟日杏山立，江风花草香。一位常年征战沙场的武将，竟能转瞬之间接连吟出这般意境绝佳的诗句。那些饱读诗书的才子，同这位战神一比，竟黯然失色。难不成将军是文曲星转世？差不多就这些。蔡恒，回神。将军有何吩咐？将这些诗句尽数镌刻在进村山路两左侧石壁，字体要多种不同古体，仿作不同年代文人手笔，不必落后款署名。刻好之后，以烟火熏烤，营造古远痕迹。刻意做旧，此举用意何在？将军是想让外人以为这些诗句是历代隐士文人游历杏花村时留下的笔墨。花弄影聪慧通透，酒水能否卖出高叫价，更要看背后承载的故事底蕴。故事铺垫到位，便顺着佳酿卖不出天价。原来如此。目标直指顶层权贵市场，不求普惠众人，但求珍稀缺价。这般刻意营造古井诗文，未免有虚造之嫌。若是被外人戳破，恐有损镇北军声誉。哈哈，天下知晓杏花村的人本就寥寥无几，不妨问你，前任太守吴永和可曾踏足过这片山村？反向造势，将军远见卓识，卑职受教了。景致故事再精巧，酒水本身的品质才是根本。花姑娘，我们坐下细谈酿酒工坊的具体章程。这几坛皆是奴家亲手酿造的发酵原酒，请您品鉴指点。度数约莫10余度，口感偏甜淡。制曲工序之中，你们可有用脚踩踏曲料？酿酒乃是洁净之事，奴家万万不会这般操作。难怪酒曲底蕴不足。上乘曲柄需由纯净少女踩踏揉制，方能凝聚灵气。往后改良工艺便从酒曲着手。工坊女工耶是清白女子，由她们亲手裁曲，这便是独一份的宣传卖点。咱们酒水珍贵，源头便出自山间清泉，纯净少女亲手制曲，自带清雅气韵。这般说辞落在耳中，只觉新奇又窘迫。风月女子被包装成不染尘俗的少女，破败荒山村化作文人归隐的世外仙境。普通米酒摇身一成传世仙酿，所有旁人眼中的短板劣势，全都化作独一无二的优势卖点。这便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绝妙手段。自己一介风月花魁，同这位胸有秋血的奇男子相比，实在相差太远。这般刻意造势抬高酒价，算不算失了本心道义？真正的道义是靠酒水生意赚取银两，养活杏花村数百穷苦百姓，带动临昌郡整个北境富足安顿，民生安顿便是世间正道。镇北军打造北方白酒，本就是为了安顿百姓，造福一方。卑职余德险些断了牛角签，多谢将军抵点教诲。将军，临昌码头出事了，夫人让我来找您，尽快过去。码头出什么事了？沧州刺史蒋胜元下令，全被钦北小郡拦截了，3天了还不放行。本地商行老板花了钱却收不到货，都急死了。将军，临沧郡超过30%男子都靠码头讨生斗，多日没活过会死很多人的。快看，林将军来了！大家伙快来求林将军啊！林将军，我们一家老小还饿着肚子呢，求您救救我们吧！将军夫人，咱能做的都做了，可刺史大人有令，细致盘查所有货船，我们人微言轻，根本使不上力啊！若你们早在2天前就将此事上报，又怎会让事态严重到这种地步？事到临头没法收手了，你们就想让我家将军给你们收拾烂摊子，还是替你们背黑锅？夫人明鉴，下官不敢啊！码头货运对于临沧而言，等同百姓命脉。你们发现不对劲儿，不来上报，还敢在这里跟我狡辩？穆将军如此渎职，该当如何处置？依照军规，知情不报杖责的军棍，延误军机，轻则再加20棍，重则杖毙。将军夫人，我们是大前官员，不是镇北军军官，您可不能这样对我们啊！哼，我家将军替陛下镇守北境，为民请命，处置你们有何不妥？拖出去，当着百姓们的面，让他们好好反省。末将遵命，将魏海等人拖出去。冤枉啊！下官冤枉啊！夫君，妾身刚擅自做主，将魏海等人拖出去用军法处置了，还望夫君恕罪。娘子，你做得很对，何罪之有啊？比起贪污腐败、混日子的昏官更为可耻。我不在的时候，你和婉莹维护了镇北军的名誉，为夫很是欣慰。夫君能理解，妾身内心暖暖的。夫君没有怪罪，反而夸赞了我们。走吧，跟我出去。如今事情既然发生了，就该给百姓们一个交代。诸位，林某对不起临昌的父老乡亲，没能第一时间发现货船被拦截一事。3日内，林某会给大家一个交代。林将军好，镇北军好。将军，
我看直接对沁水郡发兵得了，拿下沁水，那蒋胜元的命令就是狗屁。说的轻巧，沁水地势高，又没水泥路可以直通，步兵雪地行军过去至少2天。蒋胜元手里至少还5000兵马，也不排除还有白王军驻扎。一旦长途行军攻打沁水，极有可能遭遇顺流而下的州府军和白王军。你怎么看？卑职对于行军打仗不如几位将军经验丰富，可打仗需要讲天时地利与人和。如今天时地利都不在我方，出兵的确不妥。而且将军答应了百姓3日见成果，若开战还得粮草先行，耗时的可能过久。嘴上说经验不多，分析的倒没问题。王崇留守领栽上金陵卫集结5000兵马，明早出发，直取沁水城。将军。既然要出兵，为何不直接晚上就走？是啊，我们装备精良，晚上一样可以走。你们只管照本将军说的做，粮草也不用多带，够用3日就行。2日后，我要见镇北军出现在沁水城外。末将遵命。夫君，你让大军明日拔营，应该不是想用镇北军强攻沁水城吧？是不是有什么别的计划呀？夫君是想用自己最擅长的擒贼先擒王，直接杀进敌营，灭了庆磊几个白王的狗官？婉莹，你最近好像也聪明了不少啊。什么嘛，我本就不傻，只是庆儿太聪明了，好不好？我确实打算直接杀进沁水，不过这次不是我来动手，而是要让穆大小姐大展神飞。夫君，妾身知道你想让婉英重振穆家军英芒，可这样会不会急了些？我去，夫君让我去，我便去。我相信夫君。傻莹儿，为夫怎么舍得让你一人孤身涉险？我肯定会陪你一起，而且让你去之前还得先做点准备。原来夫君陪着，那肯定没事了。能做什么准备呢？练武吗？临时抱佛脚来不及啊。走吧，去练武场。这枚贯通天丹服下后可以短时内长至少60年功物，吃了它。贯通天丹，这是传说中灵丹，据说要绝世高手用毕生功力才能炼制。夫君哪儿来的？为夫自然有门路，你信我便是。这太珍贵了，婉莹，夫君给你是因为爱你，可别辜负夫君的一片心意呢。那我就收下了，谢谢夫君疼爱。这鬼天气，货款压得喘不过气，开春这冬货难道要烂在手里？明白什么？上头白王蒋刺史与镇北军林将军斗法，镇北军一日不从临沧撤走，这江面就一日别想通行。要我说，让镇北军打进来算了。我听说白水、巫山那两地的现在日子可好了。你当沁水是临沧？这附近可没水泥路，镇北军怎么补给？嘘，小声点，姓何的来了。高大人，你看，今日又到了13艘货船，全让我们扣下了。江船拦截只是第一步，白王殿下不希望听到一些不好的声音。高大人只管转开白王殿下，乱嚼舌根的家伙都被下官抓起来了。此事罪魁祸首，最后只会是镇北军的林霄。办好了，我亲自为你去殿下面前请功。作为伯府次子，继承不了爵位，攀附白王尤为重要。多谢高大人。大人，镇北军5000兵马已拔营，正朝沁水而来。这么冷的天，林子他疯了吗？竟来攻？他别无选择，最迟明日上午，镇北军便能兵临城下。高将军一定要想想办法，城内守军根本不是镇北军的对手啊！不急，白王殿下早给了调兵令，我这就让杨泉的5000大军连夜赶来，最快我们只需坚持几个时辰。有白王军助阵，那5000镇北军休想破城。还有一件事必须提防，林霄武功高强，无门要子都没能杀死他，先前数次孤身入敌营。何大人，你今日别回府邸了，随我去军营待着，500暗卫护着你。全仰仗高大人了。边境战神，哼，就让老夫好好会一会你。禀两位大人，城门外来了一名女子，身穿甲胄，立起了一杆军旗。她说只给我们半个时辰，若不开城门，就要杀进城里来。女的？那军旗写的什么？是一个穆字。哈哈哈，好一个穆家传人，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高大人，穆家军如今可没剩多少了，不足为惧，咱别搭理他就是了。穆婉莹敢单枪匹挑衅，有损士气。我正好和穆铁心有些故交，就去会一会这个小侄女。还真是异人，你们在城楼保持戒备，老夫下去会一会他。穆家侄女儿，你可还认得我？白王府高长老。哈哈哈！一晃眼你都这么大了，好强的气势，年纪轻轻不简单啊！高长老是这次守城之将，老夫跟你父亲毕竟有些交情，不忍断了他唯一血脉啊！
穆家鱼龙枪。之前一直不敢拿出此枪，原本还想着此枪重见天日该用谁的血来祭枪。你这个白王的心腹大将就送上门来。听说你为了重振穆军，跟了林霄那逆贼，老夫看你别的没学会，倒是学会为敌就是找死亮亮。林霄敢和这把玄品的鹰羽刀，乃白王殿下所赐，对付你足矣。玄品武器，夫君最近一直在搜刮上品武器，这把刀送给夫君正合适。高长老，你是长辈，让你先出招，来受死吧！哈哈哈，那老夫就不客气了。怒海千重！你这什么枪法？穆家枪，双龙破刀式。惊鸿！这什么枪法？银龙卸甲。大前皇室失传的枪法。你。贯通天丹，可算没浪费啊！此战过后，穆家鱼龙枪将再次威震天下。夫君，你又制造了一位武道宗师，可喜可贺呢。是啊，不过这一战还未结束，对方应该会大军开往城门口。城内这个空虚，就劳烦娘子走一趟。记住，小心谨慎，保护自己是第一位。夫君放心，妾身明白怎么做。寒气让我如鱼得水，真气运转格外顺畅。什么人？要不算了。咦，刚才有发生什么吗？没有吧，我什么都没看见啊。何大人，温酒的事儿还是交给小人吧，怎劳您动手啊？你懂什么？高大人今天城外这一战是要载入大前历史的，对方是大前开国武将之首穆家的传人。高大人今日灭了那穆家小娘们儿，就是彻底断了穆家军这一脉。待他归来，我何某人送上一壶温酒，与他共饮之。大雪飘飞，冷刀斩穆家将，热酒热英雄堂，岂不是流芳千古的美谈？何大人英明，恭喜何大人！杀穆景跟你有个屁关系，臭不要脸！不好了，高大人战死了！你再说一遍。高大人出城迎战那穆家女，被对方一枪捅死了。高进义死了，我还怎么攀附白王？前途尽毁呀！对方真只有一个女人，就一个，还在城外站着呢，像是要等满临时辰才来攻城。那还愣着干嘛？全都给我出去，杀了那姓穆的！镇北军明日上午才来，5000兵马，难道害何不了他一人？谁能杀了那女人，赏黄金5000两，从旁协助有功，也绑金1000两。何大人，要不先请示下太守大人？是啊，孙太守毕竟为官多年，经验丰富，高进义武功只比武道宗师弱一线，开阔平原想围杀宗师太难了，转派真无权也得有命花。很好官都忘了，等明日白王大军一来，你们去跟白王军解释为何按兵不动吧。哎呀，何曹运，本官正找你呢，我怎么听说高大人战死了？太守大人，高大人乃白王心腹，殿下肯定震怒，我们应当立刻发兵杀了穆家女。对，何曹运所言极是。告诉南门口几个营，除非对方攻城，不然按兵不动，切勿出城。大人，跟随高进来的暗卫还有100多人，我们这样做会被他们记恨上啊。被暗卫记恨，总好过招惹林霄那个杀神。你猜猜为什么林霄自己不出面，派了一个女人来攻城？咱清水恐怕早成了他囊中之物了。你我头顶上恐怕早就悬着断头头刀了。属下这就去传令。清水太守孙昭，倒是个老奸欲滑的家伙。原本打算杀了孙昭，让庆水全力真空，但听了他一番话，打算留着交给夫君决断。什么人？抬起头来！寒玉弓果然厉害，威力堪比天品功法。啊，美人，你是？除了林霄，谁也没资格这么叫自己。
杀了高敬义后，还以为会有一场大战，结果并没有。这些守军太胆小了。红色、白色撤退，黑色直接进攻。红色应该是让我按计划行事。哼，那就再喝点吧。这是真没把我们数千守军放眼里啊！万一猜错了，林霄没来，真就是穆婉云单枪匹马，其实也不是不能打。怎么回事？孙太守，聊聊。林将军，好眼力，典型墙头草，对谁都谈不上忠诚。快60岁了，肯定不愿意卷入太多是非。孙大人，明人不说暗话，本将军来就问你一句，投不投？年轻人就是气盛，一点谈判余地都不给。以您的身手，要杀我，跟捏死一只蝼蚁般容易。下官暂不识好歹跟镇北军为敌呢。实不相瞒，下官虽是小小一地太守，但也是先皇时气势进士出门生，岂会真的投靠白王那等乱臣贼子啊？这老孙还给自己贴金。孙大人，我镇北军乃是大前正统，你跟本将军一起，实乃明智之举。只要你答应3件事，本将军不仅不杀你，这太守位置还是交给你来做。林将军，请讲。第一，交出兵符，打开城门，我要让全城守军列队迎穆将军入城。这是自然。第二，立刻开闸，让所有货船尽快抵达临沧。理当如此，我早就看不惯漕运的一帮蛀虫了。第三，写一篇讨白檄文，将白王等人的罪行公告天下。穆家单枪匹马救狼江万万百姓于水火，要不说你林大将军晋升快啊，脸皮还是你厚啊。林将军，这檄文要是一发，我全家老小怕是命不久矣啊。孙大人，你不会以为本将军是在跟你商量吧？自己压根没得选，下官不敢，下官愿和将军一同匡扶社稷。张氏大人，您说会不会？不可能，不可能。太守大人固然有些机敏，但是个大孝子，80老母尚在城中，80药他怎么跑啊？太守大人来了。沁海守军众将听令，立刻打开城门，全军列队恭迎穆将军入城。大人，那我们是要投靠镇北军了吗？什么叫投靠镇北军？是忠于陛下，忠于朝廷。漕运使何浩安因勾结白王逆党，已经被处死。何浩安死了，不是有上百名暗卫保护他吗？太守说过，我们头顶正悬着断头刀。卑职愿追随大人，开城迎穆将军，和白王逆党势不两立。下官沁水郡太守孙昭，携沁水5000守军将士，愿报效皇恩，抗击逆党，特来恭迎穆将军入城。还没打呢，沁水就要投降了。孙太守不愧是天子媚生，忠君爱国，本将军钦佩。那就陪本将军入城吧。恭迎穆将军，恭迎镇北军。怎么回事啊？这么大阵仗，守军投诚了。这位穆家大小姐一己之力把白王的心腹大将杀了，一人一枪把城门给破了。穆家军金陵卫，这是要在镇北军浴火空生了。这位穆将军巾帼不让须眉呀，气势太强了。且说到寒冬飘雪，沁水3里长街，5000兵马迎穆家女战神入城。要说那穆家女战神乃金陵卫统帅穆土心之后，自小天赋异禀，不会绝伦。说得好。夫君，那说书人不会也是你安排的吧？婉莹，你真错怪为夫了，这个真不是我安排的，是你自己打出来的名声。但凡这书让我来编，你怎么也得是降星下凡，上一世犯了天条，被贬下凡间。别说了，别说了，妾身都肉麻死了。论这次的战功，我还没青儿大呢。我这只能算偷鸡摸狗，你这才是光明正大，镇压了全城守军，不一样的。不过真没想到，青儿没想到，青儿你武功这么强。时间荒唐话一现，清风明月不如你缠绵。梦境中白王军顺流而下，照这个速度，明日跟我们镇北军算是前后脚到。我们的人是长途跋涉，太累了。白王军从水路而下，消耗很少，对我们很不利。固然能打赢，也是一场恶战。两位夫人啊，今日你们辛苦，明天这一仗就交给为夫吧。夫君，你莫不是要一己之力对抗5000白王军吧？太危险了。如果是别的季节，那我一个人确实有不小风险。
可天时地利他们都没选对。夫君是想从水路做文章？对啊，一艘上战船也就只能进500人左右，地方狭小，互相无法支援，根本不适合军队发挥战力。夫君，你让妾身一起去吧，我们一起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你可不能离开沁水，城内大概率还有白王的奸细，如果发现你不在了，会打草惊蛇。那妾身跟你去，他们应该不知道我的存在。哼，夫君就会找借口，明明是不想我们涉险罢了，总把危险的事自己扛着。就是，大不了蒙面。沁水郡这帮人早就没了战绩，又哪会生变？你们要明白，只有你们安然无恙，为夫才能安心杀敌。哎呀妈呀，可算哄好了，好不容易遇到功力大礼包，谁也别想跟老子抢。侯爷的棋艺可是越来越精妙了。蒋大人，我怎么感觉是你心不在焉啊？莫非有心事？实不相瞒，今日下午本官已经顺沧江坐船赶往沁水，明日上午应该就会和镇北军决一死煞了。哦，镇北军到沁水了？镇北军从临沧发兵，大冬天长途奔袭也算有胆魄了。一旦折损掉5000这元气大伤，眼看就要年底，那凌霄遇到这种大败，另迎宁雪郡主的赐婚，怕是要被耽误了。说来惭愧，本官也是看着宁乡郡主长大的，只因如今天下大乱，各为其主，本官也是迫不得已。蒋大人言重了，这赐婚本就不是什么光彩之事，若和那凌霄确实没缘分，陛下也不能说什么。只不过蒋大人为何认定镇北军必败呢？镇北军不一定败，但就算胜了是惨军。面对伪神守军，面对疲惫镇北公军，对方又缺浪铁。白王殿下确实妙啊，凌霄还是年轻了，不该出兵的。谁说不是呢？白王殿下一旦真起来，天下有几人是对手？下官这局棋已经败了，还有公务在身，就先走了。蒋大人慢走。父亲，这个蒋胜元分明是来给您施压的，逼着您站队白王呢。这一次出兵属实太莽撞了，此绑兵因为一些百姓闹事就孤注一掷攻打沁水，太不明智。终归还是年轻气盛，幸亏没催着你嫁过去，不然为父可就对不起你了。